全球极热末日，地球温度暴涨，大量湖泊被蒸发，动植物大量灭绝。我被伏地魔女友一家残忍杀害，就因为我有囤积纯净水的习惯，他们嫌我活着会多浪费一份水，于是将我残忍杀死。但我却意外重生到末日前6个月，而且还拥有了操控一天间的特殊技能。王不凡回过神后，拿起桌子上的手机，上面显示11月3号上午10点43分，距离极热末日来临还有整整半年。这时他心念一动，发现自己的意识正连接着一个巨大的空间。王不凡收了一杯热水进去，又从冰箱里拿出一块夏天没吃掉的冰糕丢进去。结果好几个小时过去，再把这2样东西拿出来后，他发现热水还是滚烫的，而雪糕依然冻得结结实实。这证明了一空间中没有时间存在，物体放进去是什么样子，出来还是原来的样子。有了一空间，我岂不是可以囤积无数物资了？况且我还可以利用先知在世界杯期间赌球赢下大量资金，顺便全球零元购建安全屋。当别人还在炽热下煎熬时，我却坐在安全屋中烦恼着今天应该吃牛排、奥龙还是烤鸭。哦，还有我的伏地魔女友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王不凡的眼睛猛地一亮，干票大的，把2级的冰山收了。到时候极热末日，我也可以在安全屋享受着寒冰融化带来的清爽。2级的积雪，冰山是一个整体，意味着我只要来到一个角，接触到任何一个冰层，就可以将整个冰山收去。有了建造安全屋和收冰山的计划后，王不凡用前世的记忆买了足彩。因为世界杯的关系，购买彩票的人暴涨一大截。王不凡独揽99注，最后拿到2.5344亿，他索性把零头全部捐了，一共拿走2个亿，这些足以让他买下自家小区里的一套别墅。有了这笔钱，在偏僻的地方建一套别墅会更安全，但我必须要看着左青青这家人在末日跪着求我的样子。前世被他们一家杀死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，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王不凡火速拿下了启东城小区的一套别墅，几天后联系到了改建商，一位叫夏冰的改建商听到王不凡的想法后大吃一惊。第一，改建的房子尽可能的坚固，炸都炸不开的那种。第二，隔热效果要像以前放自行车上卖冰棍的那种，大热天箱子里的冰棍也不会融化。满足这2点的基础上，尽可能的使用最好的材料。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？难道会爆发战争？可真要爆发战争，你这样的改造有什么意义？挡得住炸药的冲击，挡得了导弹，挡得了核弹。虽然夏冰非常不理解，但他明白顾客就是上帝，只要钱到位，改成坟头造型都没问题。接下来就是工期了。按照你说的，改建完成的8个月左右。太长了。5个月，但是你要花更多的钱。王不凡算了算，5个月别墅改造好了之后，还有25天末世才会降临，完全来得及，便答应夏冰。费用嘛，3000万，这真是良心价。主要你赶工期，不然我至少可以给你省500万。3000万的话，能用上最好的材料吗？夏冰有些懵，王不凡有疑虑的地方居然不是价格的高，而是担心材料不够好。哥，你放心，3000万真的够了，足够用上最好的材料。导弹我不能保证，但 C4 绝对不可能炸得开一道墙。话我放在这，要是不能兑现，你可以在海斗到处宣扬，我从此退出这一行。那就好。2人签好合同，王不凡先支付了1000万，由夏冰去购买材料，带把墙体、通风、隔热做好了，再和王不凡商量更细节问题怎么弄。1个月后，他孤身一人坐飞机前往南极。到了南极大陆后，王不凡坐在游艇上，故意最后一个下去，手则是悄然按在寒冰上。此时一空间张开，沿着冰山的边沿包裹过去。这速度也太快了，居然不超过2秒钟，整个过程就完成了。顿时，南极大陆一下子变得光秃秃，刚刚登岸的游客们一个个莫不满意。卧槽，那么一片白茫茫的冰山雪原呢，怎么没了？我特么是眼睛出了问题，还是疯掉了？冰山呢？冰山呢？冰山呢？这样的变化自然成了全球性的大新闻，各大国莫不紧急派出科考队，要调查南极冰山消失的秘密。反正南极的冰山才是大头，北极嘛，能收多少算多少，没多高的要求。几天后，王不凡又去了漂亮国，收了大量的热武器。从漂亮国离开，王不凡又去了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越南，用空间异能零元购入各种物资，将一个个大型卖场搬空，物资价值100亿计，前后花了近5个月的时间。王不凡终于回到国内，距离末日还有7天。这时夏冰告诉他安全屋已经建好，王不凡正式搬家，住进了别墅之中。趁着还有时间，王不凡开始一家家酒店轮着订酒席，动不动就是几百桌甚至上千桌。他得在末世降临之前把手里的钱全部花掉，不然就只是一堆无用的数字。距离末日还有5天，王不凡坐的一辆加长型的轿车将他送到了启东城。这么一辆豪车开过来，自然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，纷纷驻足观看，想要知道是哪个大款。结果看到下车的居然是王不凡时，莫不大跌眼镜。怎么会是他呢？难道传言是真的？那套别墅真是王不凡买下的？他哪来这么多的钱？肯定不干净，建议举报，好好查一下。据说王不凡还是全款买下来的，3000万
可王不凡的父母早就过世了，他本身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。这帮邻居当然是不相信，但现在看到王不凡从加长轿车上下来，他们就不由得相信了。哪怕他们不认识车标，可加长轿车在大部分人的认知中就是高端的代名词，一些大爷大妈不由得怦然心动。王不凡走过人群，这时电话响了。喂，28号的那栋别墅是不是你买的？是。你怎么会有钱买别墅的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是你女朋友。那我告诉你，现在不是了。王不凡冷冷说道，直接就摁掉了电话。对面左青青不敢相信地看着手机，甚至有一种难言的怒。谈恋爱半年多，他居然不告诉我这么有钱，渣男！青青，那小子是不是真有钱？青青的爸爸左富贵脸上掩不住的贪婪之色，边上左母骆桂芬，弟弟左阳也盯着他，充满了期待。那套别墅确实是他买的。这下好了，让王不凡把别墅让出来，给洋洋当婚房，你和他在原来的屋子里结婚。妈，左青青皱了皱眉，显得有些不满。他虽然是伏地魔，但也希望自己能够住上大别墅啊，这样多风光啊！怎么把别墅让给你弟弟，你还不乐意了？别忘了是谁把你养大的，现在只是让你腾一套房出来，又不会让你无家可归，你就不乐意了？再说了，那小子既然可以买一套别墅，以后就不能再买第二套、第三套吗？你先让你弟弟有房子结婚，这还在推三阻四的。不会的，姐姐最疼我了。行，别墅就让洋洋住。左父左母和左阳再次欢呼，好像他们已经告别了租房生活，住进了大别墅里，出入小区都可以大摇大摆的，以后见了谁都可以把鼻孔安在脑门上。可是王不凡刚刚跟我分手了。什么？你是不是蠢？信不信我打死你？没事没事，分手了还可以复合。我们女儿长那么漂亮，哪个男人能够拒绝你了？青青，你现在就去找王不凡，一定要劝抵他回心转意。哦。别看他在王不凡面前一副颐指气使的模样，但在家里可是地位低下，凡事要是敢顶嘴，那不是打就是骂。早已经习惯了顺从。把女儿赶出去之后，左富贵就兴奋说道：走，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大别墅。距离末世还有5天，气温逐渐升高。王不凡回到小区，小区居民在热议这异常现象，却未意识到灾难临近。他回到自己家，这时左青青一家上门找他，他表示两人已无关系，也不会开门让他们进来。王不凡清楚左青青这次来就是想知道他是如何发财。王不凡，快开门，我爸妈和弟弟要去参观一下别墅。他们有什么资格进我的别墅？我没报警说有强盗小偷进我家就已经很客气了。你不就想知道我的别墅是怎么来的？告诉你好了，我在世界杯的时候买了足彩，赢了2个多亿。这4个月我又拿着钱去港岛买了黄金期货，现在有20多亿。王不凡就是想故意骗他，让左青青急得抓耳挠心。原本两人只要不分手，这些钱就都是他的了，但现在听到20多亿，顿时他的声音都变得温柔起来。王不凡，我知道你是生我的气，才故意这么说的。其实你离开的这些日子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真的。然而王不凡只觉得恶心，心想上一世的自己或许会被迷惑，但现在黑化复仇的他根本不为所动，直接嗤笑一声，毫不留情地将他们赶走，并在心中暗自想着，等末世降临，就要让你们一家血债血偿。过了一会，王不凡接到公司的电话。这些日子他因忙于安全屋之事，工作懈怠。公司来电要面谈，进入公司，他迎面撞上顶头上司柳晴，公司的财务主管，也是众人心中的女神。在职期间，柳晴总为难他，后来才知是因自己与他的渣男前男友长相相似，他便迁怒于他。上一世面对这么一个极品美女，他居然从来都没有多看一眼。如今他内心感叹自己的无辜，而末世将至，王不凡心态大变。这下我也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玩弄你了，老子再也不要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。王不凡，你死哪去了？这工作你是说不来就不来是吧？不想干直说。我可以写辞职信，现在就可以写。王不凡趴在桌上，当场就写起了辞职信，一边写，他一边漫不经心说道：你和苏建结婚3年了吧？你们俩坑了公司3000万的事情，也不怕被我说出去是吧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都准确的说出你们结婚3年，你还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王不凡当然不会说他是从未来回来的。前世时，柳晴是公司财务主管，与主管采购的苏建隐婚，苏建虚报采购价，借老婆审批之便，3年坑了公司3000万。后来2人东窗事发，此事众人皆知。此时的王不凡故作神秘一笑，柳晴便以为他掌握了切实证据，却不知他仅有资料，并不清楚操作细节。几分钟后，柳晴才回过神来。那你想要什么？你休想！白日做梦，痴心妄想。你这只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你是什么身份？敢对我有想法？我可以给你钱。我不要钱。不是他不喜欢钱，
而是末世来临后，真正的财富根本就不是钱，而是食物和干净的水。况且他们这对夫妻的钱是好拿的吗？那可是赃款。如果他拿了钱，等到事情曝光，自然也要一起蹲局子。他岂不是只能在监狱中等死吗？这钱不能拿。你是在勒索我，这是犯法的。什么时候一夜情也成犯法了？柳晴很是无奈，她虽然不是传统的女人，但在和苏建结婚之前，也只有过2任男友，平时应酬也一直把自己保护得很好，从来不会让人占了便宜。而王不凡更是她讨厌、看不起的人。可现在呢，不答应王不凡的话，她跟老公侵吞公司财产的事就会被曝光。王不凡说罢，他打开秒表，给柳晴1分钟时间考虑。滴答滴答，时间来到50秒的时候，柳晴还是怕了，终于开口说道：“去酒店开房吧，你先过去，我总得找个借口才能离开公司。”许久之后，王不凡心情愉悦地离开酒店。从这天开始，柳晴便被他拿捏住了，只要王不凡约她，就必须得去。而柳晴对她老公苏建则是以闺蜜喝醉为借口，苏建早已经习以为常，丝毫没有起疑心。第3天，王不凡在酒店吃了自助餐便回了家。刚进小区，走出来一个少妇，颜值可丝毫不逊于柳晴，就是身材稍微有点逊色，只有 C， 裸高接近170，大长腿非常吸睛。这少妇叫米小璐，前世时与王不凡起过不少冲突。那时他因女友左青青花销大且虚荣，为了满足女友，他便下班后兼职送起了外卖。米小璐见后百般嘲讽，还要求他卖房搬走，称其低素质下等人，影响房价。这一世，王不凡虽然不是睚眦必报的小人，但也绝非唾面自干的良善之辈。再次见到他，米小璐又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。你怎么还没有搬走？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要搬走？你一个送外卖的臭瘪三，就应该住在贫民区去，住这里不是拉低我们业主的层次，影响房价吗？我就住在这，暂时没有搬家的打算，要搬的话，麻烦你们搬。王不凡，你一个臭瘪三，居然敢这么和我说话！行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可以考虑卖房。说，你陪我睡一个晚上。米小璐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然后就跟发疯似的向着他扑了过去，做事要撕他的脸。王不凡只是一推，但这一推刚好按在他的胸上，甚至他还可以感觉到王不凡用力抓了一下，他居然被一个臭瘪三吃了豆腐。米小璐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回到家就告诉了她老公郭海。米小璐只是说了王不凡的无赖，对于袭胸事件，她只说他意图非礼自己，却没有得逞。被王不凡这样的瘪三下等人袭胸，她实在是羞于让人知道，除非可以把他定罪，所以向她老公做了隐瞒。郭海听后勃然大怒，立刻就冲了出来，砰砰砰，重重的拍开了王不凡家的门。郭海见到王不凡伸手就去抓他的衣服，王不凡反手扣住郭海的衣服，一发力，郭海这个身高175的男人就被他一只手给拎了起来。快放开我老公，放开我老公！我自问从来没有得罪你们，可你老婆却几次3番羞辱我，今天我不过稍稍反抗一下，怎么就成10恶不赦之罪了？米小璐见状，过来就去掰他的手，想要把老公救下来。然而王不凡再一探手，将他也给拎了起来。自从有了控制异空间的能力，他的身体素质好像是之前的几倍，2只手各拎着一个人，都很轻松，感觉还能再加点重量。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，否则我就不会再这么客气了。王不凡将2人从家里扔出去后，重重的甩上门。收拾完夫妻俩后，王不凡想着，如果能用空间异能对付他，那岂不是更容易？更何况到了末世，社会秩序崩塌，一瓶纯净水，一块面包就可以让人生死相搏。到时候要真危及到性命，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异空间治疗自己？想到这，他开始练习空间之门，把石头、砖块丢进去，利用物体在异空间保留状态与动能的特质，又加以改进，再次放出的物体能产生强大杀伤力。他还用缺腿龙虾实验，发现能瞬间治好伤口，确认可借异空间自我疗伤。安全顾虑解决后，王不凡便又给柳晴发消息，还是老地方见。在等待柳晴的过程中，他摸出了一个气球，这另有用处。距离末世只剩4天，王不凡掌握了空间之门的妙理，既能凭此御敌，又能借异空间治愈伤势，自觉已做好万全准备，便打算在末世降临前放松一下。他给柳晴发消息，约在老地方见面。此前柳晴为封口已答应他的要求，自那之后便被其拿捏。出门后，王不凡顺路来到米小璐家楼下，见郭海拿着擦伤药回家，便跟了上去。等郭海进家关上门，王不凡在门口隔着墙打开空间之门，放出上次用过的气球，啪的一声，气球落在米小璐家卧室地上。很快，郭海与米小璐说了会话后走进卧室，一眼便看到地上那只用过的气球。他和米小璐新婚未满1年，正在为播种下一代而努力，根本用不上这东西。郭海瞬间怒火中烧，只觉头顶一片绿，忍不住暴吼起来：贱人，让你在家当家庭主妇，你居然敢给我偷人！米小璐，你特么给我解释解释！你疯了，对我这么吼！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米小璐一看，顿时就目瞪口呆，地上怎么会有一只气球？然后她才恍悟过来丈夫为什么要抽自己，连忙解释道：
这不是我用的，不，这不是我和别人用过的。老公，我绝没有出轨，你相信我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东西？他是长了脚自己跑过来的吗？米小璐哪怕他长了800张嘴也解释不清。郭海见老婆不说话，还以为他是心虚，自然更加生怒，忍不住又是一记耳光抽了过去。贱人，我在外面辛苦工作，你他妈居然给我戴绿帽子！郭海，你给我嘴里放干净点，我出身书香门第，结婚的时候才把自己给你，我干不干净你不知道吗？郭海只相信自己看到，哪里肯听米小璐这种无力的解释。没和奸夫用过，又怎么会出现在此？居然把用过的气球随便扔在地上，这是怕他不知道。你个贱人，今天我非打死你！王不凡在门外听着米小璐家中争吵不断，心中暗存，就让他们慢慢折腾。夫妻间一旦出现出轨嫌疑，裂痕便难以修复。他心满意足，朝酒店走去。柳晴收到消息后，满心愤怒却又无可奈何。本是苏建贪钱出的主意，让他被迫帮忙，如今却要独自面对王不凡。一旦说破，婚姻必然破裂。他无奈叹气，出门前又以闺蜜欢欢为借口，告知苏建晚上不回家。到酒店与王不凡一番云雨过后，柳晴冷冷开口：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，你一次次让我在外面过夜，是想让我老公生起怀疑，然后跟我离婚，然后你再利用我的把柄，逼我嫁给你，是不是？你信不信再过一段时间，就算我赶着你滚蛋，你也只会跪下来抱着我的腿求我收留你。求你，王不凡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要不是你抓住了我的把柄，你这种人连跪下来舔我的鞋子，我也会嫌弃的把你一脚踢开。王不凡对柳晴的话充耳不闻，他想着现在自己有的是时间回敬，等末世来临，柳晴求他收留的时候，就没这嚣张劲儿了。一夜过去，苏建准备上班，这时接到老婆闺蜜欢欢的电话，他愣住了。柳晴不是在欢欢那儿吗？带着疑惑，他接起了电话。苏哥，晴晴呢？她的电话打不通。苏建一愣，柳晴不应该在你那吗？他心中猛地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然后双手颤抖，但他还有一丝希望，故作淡定地道：可能他手机没电了。对了，上次柳晴说还想约你去新西兰玩，怎么你们一直没去？去不了，我这段时间被公司派去出差了。苏建大脑嗡的一声，瞬间空白。老婆柳晴近日彻夜不归，让他怀疑自己被绿。挂掉电话，恨意升腾，他想救出奸夫，却又冷静下来。一旦逼急柳晴，两人联手盗取公司3000万的事曝光，自己也得坐牢。苏建计上心头，他本就打算用那3000万移民，但还没来及告诉柳晴，这下就干脆决定借此机会将财产乔转至自己名下。出国后举报柳晴，让他独自担责。如果他那方面还行，当然不舍得这么一个如花似玉、火辣迷人的老婆。可医生说他需要静心休养5-6年，有3000万在手，他笃定5-6年后能找个更年轻漂亮的新老婆，便不再留恋眼前这如花似玉的妻子。贱人，这是你自找的。第二天，王不凡出了酒店后，并没有直接回小区，而是买了条狗。他想着末日之后肯定无聊，养条狗可以解闷。另外，狗的听觉灵敏，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效果，所以他物色了一条中华田园犬，取名小黑。领进小区就遇上了要去倒垃圾的米小璐，他立刻露出嫌恶之色，忍不住道：你居然养这么土的宠物！华胥田园犬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，跟土不土有什么关系？被洗脑洗傻了吧？养条狗都养出优越感来了。米小璐有心发飙，但想到王不凡那恐怖的武力值，让他不敢造次，也有被吃了豆腐。等到晚上郭海回来，他还是忍不住把白天遇到王不凡的事情说了出来，对小黑更是鄙夷无比。郭海却丝毫没有附和他的意思，而是皱着眉，显得心事重重。老公，你怎么啦？我们家马上就要欠一大笔钱了。怎么会？你之前做投资不是都很成功吗？之前投资顺风顺水，我一时贪心，不光投光家里积蓄，还四处借钱加仓做空黄金。谁能料到2级冰山离奇消失，全球投资者疯狂避险，金价一路暴涨。现在我岌岌可危，金价再不跌，明天就要爆仓，血本无归。要是明天金价还涨，我只能被迫平仓，投进去的钱就全打水漂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王不凡是不是发了大财？听邻居说，他甚至全款买下了我们小区的别墅。应该是吧，我也听说了。不过他发不发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去求他，让他借我们点钱。我相信，只要挺过这段时间，国际金价一定会跌。到时候我们不但可以还清债务，甚至可以赚上一大笔，下半辈子都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。人家凭什么借我们钱？我们之前闹得那么不愉快，还有为什么要我去借钱？哼！我老婆长那么漂亮，哪个男人能够拒绝得了你的魅力？你去借，那家伙一定会答应的。如果他提出要我跟他上床呢？你又不是没和别人上过床。郭海，
我说过无数次了，我从来没有出过轨。你以为我愿意戴绿帽子吗？但这套房子我已经抵押出去了，没有钱补仓的话，我们都要被扫地出门。你想要露宿街头吗？米小璐不由浑身颤抖，她是一个精致的女人，一直过着小资的生活，也把自己定位成高于普通人的精英阶层。可要是露宿街头的话，那些曾经羡慕她的同学们会如何嘲讽她？以后见到熟人，她还抬得起头吗？想要不破产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求王不凡借钱。距离全球极热末日还有3天，米小璐找上门来，王不凡心中充满疑惑，还没到末世呢，他也没有拿净水，食物勾引，怎地这女人就送上门来了？对米小璐，他可没有什么好脾气。米小璐进了屋，只好把自己家遇到的问题说了出来，最后开口想向王不凡借500万，称半个月后会还他600万。这时王不凡才知道，米小璐家投资失败，面临破产的风险，源头居然是他搬空了2级的冰山，引发了全球的避险情绪，导致黄金价格大涨，让原本没出问题的米小璐家也遇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。但搬空2级冰山的影响可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消除，所以金价只会继续涨而不会跌。那么隔壁家只能不断的继续补仓，基本就是个无底洞。借不了。为什么？你是嫌利息少吗？那加上我呢？只要你肯借钱，你就可以得到我。你知道你们家这窟窿要花多少钱去填吗？只要金价一直上升，那500万投进去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水花，2000万甚至5000万都得砸进去。金价一定会跌的，不可能一直涨。借钱就算了，不过哪天活不下去了，我不介意收留你。诺，和我家小黑一样，多养一条完全没问题。你居然把我比喻成狗！有求于人，必然落在下风。米小璐忍下这口气说道：王不凡，算我求你，你不借钱的话，我们家就要完了。你陪我睡一次，我给你1万块，这个价够高了吧？睡1000次就1000万呢。做梦，休想！米小璐愤然离去，回到家后告知郭海，王不凡不肯借钱。郭海因之前的气球事件，认定老婆已出轨，此时却不愿为家牺牲，顿时怒火中烧，与米小璐大吵起来。1天后，王不凡带着小黑在小区溜达，瞧见一帮人气势汹汹走进米小璐所在单元楼，听他们话语，像是来讨债的。他猜是郭海投资的黄金期货爆仓了，正想跟上去看热闹，却被马月兰大妈带着儿子刘存东拦下。王不凡一看就认出他们，马月兰因遛狗不牵绳常被投诉，物业上门都被他骂。他的儿子刘存东则是小区恶霸，在小贷平台收债，满脸横肉，凶神恶煞。母子2人挡在王不凡面前，诬陷小黑咬伤了他家狗。王不凡知道这是要故意讹诈他。你家的狗把我家狗咬伤了，这条狗可是名贵犬，这3年光是狗粮就吃了大几万，我们家也一直将它当亲人呢。你看看现在咬成这样，我也不跟你多要，狗的治疗费和我妈的精神损失费一共赔20万，反正你有钱，不差这点是吧？是你遛狗没有牵绳，也没有管住你的狗。况且小黑断奶都没有多久，你家狗连这样的奶狗都不打过，还好意思说？你这是不认账，不想赔是吧？刘存东恶狠狠地盯着王不凡，将手指捏得啪啪作响，威胁之意明显。王不凡不想理会他们，起身就要离开。这时刘存东伸手就要去抓他的胸口，他果断反击，哐哐2拳，刘存东便一屁股瘫坐在地上。马月兰见王不凡出手打人，便抓住机会更想讹诈一把。打死人了，快来人啊！快赔钱，不赔钱就等着坐牢吧！王不凡面对恶霸刘存东和奇葩马月兰，心念一动，通过空间之门在2人食道投下强力泻药。2人刚想说话，就立刻捂住肚子，匆忙溜回家中。马月兰到家后实在忍不住，刘存东又在厕所迟迟不出来，就直接在阳台洗衣池里解决了。结果这画面被拍下传至业主群，过了一会他就成了小区笑柄。马月兰本想着污蔑王不凡都无人理，被气得够呛。王不凡看到后不由失笑，自己本来还有事要做，就不再跟这一家恶人计较，便来到米小璐家门口。果不其然，到了楼梯间就听到有人大骂道：快点还钱，你们躲得了初一也躲不过15，今天我们已经很客气了，明天后天嘿嘿可就要泼油漆泼粪了，要不然你每天陪我们睡一觉，就当是还利息怎么样？哈哈哈。我们现在没钱，请你们宽限一些时间，我们一定会还钱的。王不凡看到米小璐这时脸已经吓白了，被这些人说着下流的话调戏，他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害怕。这时他目光一扫，看到了正双手抱臂在一边看热闹的王不凡，顿时好像抓到了救命稻草，连忙道：王不凡，帮我，求求你帮我。你是哪来的？滚回去，这事跟你无关。帮你可以，但你想清楚，帮你的代价是你要当我的宠物。讨债的男人见驱赶没成功，反而让米小璐叫来了帮手，勃然大怒，出拳就要动手。王不凡见状伸手轻轻一扣，便被他一把扣住了手腕，仿佛被铁钳夹住了一般。另外2个男人见状也连忙向着他冲了过去。王不凡闪电般连出3个，将那3个大男人生生踹了出去。这3个男人跪在地上，
双手捂着小腹，额头上全是黄豆般大小的汗珠。你们跟他讨债我不管，但是在这小区闹事吵到我可不会客气的。说完，他就拉着米小璐走进他家，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。那三人当然不甘心，可刚才见识过了王不凡的武力值，他们也不敢说什么，骂骂咧咧的走了。米小璐坐在沙发上，十分的紧张和拘谨。你老公呢？他跑了，昨天看到被平仓，他就离开了家，打电话不回，发消息也不理，呵呵，还真是没担当的男人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让他主动找你。王不凡微微一笑，先拿起他的手机，一手搂着米小璐的腰，啪，按下快门，打开跟郭海的对话框，然后发送图片，一气呵成，不出3秒，郭海的视频电话就打过来。米小璐，你特么怎那么贱呢？之前让你借钱的时候陪王不凡睡你不肯，现在老子期货爆仓了，你特么居然送上门去了，现在发给我是什么意思？逼我离婚吗？我告诉你，钱是我们结婚期间借的，哪怕离了婚，这也是共同债务，你休想跑得了。你欠了人家一大笔钱，让我一个人来面对讨债的流氓，居然还好意思说我，你最好赶紧把你欠的钱给填上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真要和王不凡上床了，而且还是在我们家、我们的卧室、我们的床上。你敢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说完，米小璐果断挂了郭海电话。郭海气得大哭，因2级冰山消失，他炒股赔光，面对老婆在家可能被人欺负，却没勇气回去。此时的米小璐面对帮自己赶走讨债流氓的王不凡，生出一丝崇拜。两人约定，王不凡帮他挡一次讨债，米小璐就得感谢他一次。而王不凡对米小璐感兴趣，完全是因他往日高高在上，他想将这份高傲踩在脚下。重生后的他要当女神收割机，米小璐只配当玩物。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王不凡拿起来一看，居然是柳晴打过来的。王不凡，救我！你一定要救我！别急，慢慢说。苏建这个王八蛋，他带着所有钱去了马来西亚，并说给我2个小时时间，他在下午4点半会发邮件给公司，把我和他窃取公司3000万的事件捅出去。王不凡诧异，前世苏建和柳晴一同被带走，这次情况却有变化，苏建竟跑去了马来西亚。他犹豫是否要帮柳晴，帮忙肯定有风险，事情曝光会被请进局子，若赶上末世节点就糟了。但他原本就想把柳晴藏到末世宫自己消遣，这下只不过是提前了几天，他便不再迟疑，让柳晴离开公司，在面包店门口等候。见面后，王不凡一路黑掉摄像头，带柳晴进卫生间换装，随后打车回到启东城，从地下库进入28号别墅。王不凡让柳晴待在2楼，锁死门窗，可刚安顿好，3名治安员就来到别墅门口，叮咚叮咚按响了门铃。全球极热末日临近，气温日渐升高。末世前遭伏地魔女友一家残害的我，重生后凭借操控异空间的能力，搬空2级冰山，还掌握了空间之门的妙用，既能凭此运，又能借异空间治愈伤势，一切准备就绪。那些曾对我嗤之以鼻的人，命运也即将被改写。距离极热末日还有2天，王不凡刚安顿好柳晴，治安人员便找上门来。原来苏建表面给柳晴2小时时间，实则1小时前就用自己账号向公司发邮件，详细交代了和柳晴3年来窃取公司3000万的事。公司极为重视，涉案金额巨大，随即联系治安人员，他们前往2人家中一无所获。警方判定夫妻2人畏罪潜逃，并发布通缉令。苏建检举老婆后自己也逃了，通过出入境记录发现他已前往马来西亚，难以抓捕。警方借助天眼与 AI 面部识别追踪柳晴，监控却被人喷墨至画面变黑。警方通过电信公司查到柳晴的通话记录后，3名治安员因此出现在王不凡楼下。王不凡将大门打开，3名治安员进来，2男1女，其中1名女治安员可以说是极品了，颜值在90分以上，而身材更是火辣。王不凡盯着女治安员开口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“执行公务，向你了解一下情况。你下午是不是接到过柳晴的电话？”“是。”“他为什么打电话给你？”“一定要回答吗？”“还请王先生配合我们，这件案子的涉案金额巨大。”“我和柳晴是情人关系，他下午打电话给我说遇到了麻烦，让我帮他。不过他稍微说了几嘴，提到了窃取公司大量的财产后，我就劝他去自首了，他没有去吗？”3名治安员都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王不凡，因为柳晴打了电话后就立刻去了附近商场，而偏偏就那么巧，商场里好多监控都被喷墨了，导致监控失效。“你下午都去了哪？”“哪也没有去，就在家呢。”“撒谎，快老实交代，除非有人可以为你作证。”“我就一个人，没人作证。警官，这还是我家呢，你就这么凶，那我要是去了警局，你不是要剥了我的皮吗？”“我们需要搜查一下。”“你们没有搜查令，我可以拒绝的。不过谁让我是好市民，又问心无愧呢？请随便搜。”半个小时之后，3名治安员搜查无果，年长的治安员向王不凡道：“真是不好意思，浪费了你这么多的时间。”“没事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美女，你叫什么？留个联系方式呗。”“我叫宋青云，你要来自首的话，可以报我的名字。”治安员搜查无果离开，王不凡回到家打开暗门，柳晴满脸紧张，得知治安人员已走，
他松了口气，对王不凡的别墅和暗示满心疑惑。不过当下只求暂时避风，便打算讨好他，想着过后再离开。一夜过去，距离末世只剩1天。柳晴昨晚费尽心思讨好，却不知王不凡因被他刁难3年，根本不会轻易放他走。王不凡起身后打开电视，新闻播报太阳异常活跃，将影响南星。专家猜测南北极冰山消失或许与之有关，却难料后果。到了晚上，他出门想感受末世前最后正常的一晚，刚走到门口，就瞧见左青青一家4口站在别墅前，贪婪地盯着3层高的别墅，那模样像极了乞丐。他冷笑道：“此前他故意透露自己有20亿，就是为了引得这家人如恶狗般觊觎。”哎呦，王不凡啊，我们家青青好几天没有看到你，都茶饭不思了。姐夫，你就不要和我姐闹别扭了，赶紧领证吧。王不凡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你就要原谅我一次，好不好吗？让开，否则我就叫保安了。女婿啊，你就不要再怄气了。左富贵将女儿向着王不凡推了过去，左阳则是拿着手机在一边抓拍。左青青向着王不凡撞过去的时候，他很绅士的一让，左青青就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左富贵一见，大声叫道：“家暴了！王不凡家暴了！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”左青青摔倒，疼得半天起不来，家人却不管他，反倒向旁人控诉王不凡发财后抛弃糟糠之妻，企图让邻居主持公道。王不凡不想被围观，此时叫的车来了，左富贵想跟上，被他一把推开。他关上车门离开，心知真正要让左家人以命偿命的时候，还得等到末世降临。王不凡到餐厅点了餐，正吃着，店内吵闹，一个熊孩子拿勺子敲餐盘，服务员劝阻，反遭孩子父母辱骂。熊孩子愈发过分，朝邻桌菜里吐口水，其父母竟还一脸骄傲。熊孩子父亲卢大龙是小区租车行老板，经常使坏华商租出的车，去讹修车费，还爱拿刀威胁人。接触过他的人都对他厌恶至极。此刻，熊孩子走到王不凡桌前，咳嗽一声，就要往他菜里吐口水。什么东西？王八蛋，敢踢我儿子，我他妈弄死你！卢父挥着椅子冲向王不凡，他轻松避开，顺势一脚踢得他踉跄后退。卢嫂见状，歇斯底里的冲来抓王不凡的脸，被一巴掌扇开。卢父爬起来跑向后厨，回来时手持菜刀。就在这时，治安员赶到，见卢大龙持刀，1名治安员拔枪喝令其放下。卢父不敢违抗，3名治安员要以打架斗殴为由将双方带回警局。王不凡清楚，一旦被带走，至少拘留3天。可这时已经是晚上11点，再过5-6个小时，太阳升起，末世就会降临。这时王不凡心生一计，夺过治安员的手枪，众人惊愕，被夺枪的治安员想抢回，却被王不凡用枪指着不敢动。他要求治安员绑了所有人，拿对讲机称只和宋青允谈判，否则在场人都别想活。说完便又和对方警员有一搭没一搭的提起要求，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，等到太阳出来，到时候外面一片混乱，他就能借势逃走。双方僵持到凌晨5点，宋青允穿着防弹背心来到餐厅门口。喂，我是宋青允。宋锦花，好久不见，进来叙叙啊。好。不行，不能再给他更多的人质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进来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就释放一个人质。为了表达诚意，我可以先放一个人。王不凡说罢就将一位大妈送出去。这时宋青云想到里面还有很多无辜的人，便答应了王不凡，毫不犹豫走了进去，回头把门关上。而通过他身上的摄像头，外面的人也在观察着屋中的情况，发现王不凡正淡定无比的喝着酒，看到宋青允就开口问道：宋锦花，第一个问题，你的3围是多少？王不凡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你现在投降还是可以获得宽大处理。我已经释放了一个人，但你要是不遵守我们的约定，我就立刻击杀一个人质。36亿22 33。王不凡不由吹了声口哨，身材比柳晴都要好，真是遇到宝了。其实王不凡也不是真正的匪徒，被意外卷进这起事件后，他就想到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再把宋青云引到安全屋来，于是换了一个话题接着问：你觉得会有世界末日吗？就因为2级的冰山消失了，你觉得世界末日到了就可以目无法纪，为所欲为？不过就算真的有末日，我认为我们也可以坚持下去。哈哈哈，真是天真。那么我问你，这次的太阳活动异常猛烈，到时候在极端的高温下，大部分植物都会被晒死，食物、清水只会越来越少，钞票则会沦为一堆废纸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说不定一块面包、一瓶纯净水就可以让你乖乖听话，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你所谓的坚持又有什么用？那个时候我宁可自杀。就在这时，宋青允听到耳机那头传来凄惨的叫声，而且不止一个人在叫，外面惨叫声接连响起，仿佛一下子跌落到了人间地狱中去。哈！王不凡走之前把龙哥一家人解决，这家人在末世绝对是恶中之恶，历史没有出现任何偏差，末世还是如约而至。好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宋美女，我们保持联系，别忘了给手机充电。宋青允一愣之后，连忙追了过去。然而，当他追进厨房后，却不见了王不凡的。人们向窗外看去，阳光里好像有一种刺眼的射线照在人身上，痛得无法形容。再看一下裸露出来的皮肤，居然都黑了，而且还皱了起来，好像已经坏死，像是被硫酸泼过一样。外面的人不得不躲了起来。末日终于到了，左青青，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痛不欲生。
全球极热末日第一天，气温飙升，阳光中还有可怕的射线洒落在人的皮肤上，就像是被硫酸剥过一样，立马变黑变皱，整个国家进入1级戒备状态。而重生归来的我却坐在安全屋中，享受着寒冰融化带来的清爽。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时刻，末世前将我残忍杀害的伏地魔女友一家，我要让你们好好品尝绝望与恐惧的滋味。王不凡从餐厅后厨离开，宋青允追上去，却没有看到他的影子。一个大活人好像凭空消失了。此时的王不凡已经来到了小区地下车库，他将空间之门贴着车库界面开启，缓缓走进异空间当中，将自己收进异空间，待到宋青允离开，再把自己从空间之门中放出。宋青允自然找不到他。回到别墅，王不凡取出手机发了条消息给宋青允。过了一会，宋青允发了一个视频通话过来，屏幕中王不凡居然在家里正吃着早饭，他简直不敢相信。你怎么可能在家？你是怎么离开的？你给我来一支脱衣舞，我就告诉你。混蛋！宋青允果断挂掉电话。王不凡倒是期待几天后再见到他，那时还是否能这般霸气。气温飞速攀升，上午10点，室外已达50度，室内温度也随之骤升。他的安全屋因其保温性极佳，空调吹出的风竟比室温还高。柳晴热得从2楼跑了下来。王不凡，怎么会那么热？你看新闻了吗？前些日子2级的冰山突然消失了，现在太阳光又好像有毒，被照一下，皮肤很快就会坏死，哪怕穿着衣服也没用。难道世界末日要来了？有可能，不过你可以想一下，你老公虽然把所有钱都卷走了，但现在嘛，可能1毛钱都花不出去了。哼，他就是个人渣。马来西亚的太阳比我们出来的晚，你要是现在提醒他，说不定他还会去囤点货。走吧，带你去地下室转转。两人来到地下室，一股沁人的凉意顿时扑面而来。柳晴猛地打了个哆嗦的同时，不由瞪大了双眼。室外温度一直在不断上升，哪怕是地下车库，温度也要40多度，但这里甚至有些冷。他不可思议地看着王不凡，怎么会这么凉快？哦，给家里加了点冰，温度当然下降了。你哪来那么多的冰块？你只要知道，这里就足够凉快的就够了。不过现在外面已经一团乱，没有人会去追究你贪污公司财物的事情，你可以离开了。柳晴心想，在如此高温的炙烤之下，空调都无法发挥作用，每一间屋子都跟烤箱似的，不说会致死，但对于已经习惯空调的人来说，40度甚至50度的高温人也受不了。所以王不凡手里的冰块没有消耗完之前，他绝不可能离开。我想留下来。可这是我家，我凭什么收留你？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。任何？柳晴决定留下后，想起绝情的老公苏建，便发去视频。苏建看到柳晴不仅没进局子，还和王不凡共处一室，瞬间怒火中烧。此前他听柳晴抱怨部门里有个酷似前男友的人，常被他刁难，可如今柳晴竟和这人待在满是食物、凉爽惬意的房子，这让他难以接受，顿时暴跳如雷。你居然没有进监狱，那个奸夫原来是他，柳晴，你个贱人！这就是你背叛我的下场。你卷走了所有钱又如何？现在马来西亚比这里更热吧？你能吃钱，还是可以让钱给你降温。背叛你？是你先背叛我的，你这个贱人！苏建，你特么简直是混账！柳晴愤怒无比，把被王不凡抓住把柄，无奈只好陪对方上床的事实说了出来。苏建听完呆若木鸡，意识到自己错怪妻子，亲手将她推向别人怀抱，且自己此时身处热带国家，无异于自投火坑，不禁嚎啕大哭。柳晴只是想让苏建更后悔，见他悲痛，冷笑一声挂掉了电话。夜幕降临，温度降至45度左右，有人想趁阳光消失外出补充物资，可阳光一没，细雨落下。新闻紧急播报，这是酸雨，具有腐蚀性，外出务必做好防护。官方还呼吁囤水，因为酸雨落下，水源必将被污染，后续或无法用于洗漱，更别提饮用。此时王不凡手机消息不断，有人在业主群里高价购买食物和清水，原来是在别墅区的2位邻居，一个是富二代美女于出头，另一个是大老板张氏，正高价收购食物和清水，两人相互竞争，一瓶水很快被炒到1000元高价。这时站在阳台的于初桐看到王不凡，一会拿起一颗车厘子，一会又挖了勺西瓜，吃得不亦乐乎。几分钟后，他收到了一个好友申请，备注是18号楼于初桐。我想买你的水果。不卖。你尽管开价。那你陪我一个晚上？于初桐先是一愣，然后反应过来，顿时就疼的一下站了起来，隔着窗对着王不凡怒目而视。于初桐气得不想理他，直接回了屋里。此时的新闻里一遍遍的说着要大家珍惜水资源，另外要尽一切可能自救。王不凡前世根本没意识到这条新闻背后的意义，但他两世为人，立刻就明白了问题的核心。这条让人想办法自救的新闻一出，许多人就会踏上抢夺杀人之路，而社会秩序的崩溃也始于此。王不凡又收到一条聊天消息，他拿起手机一看，居然是左青青发来的。哈哈哈，你这个混蛋，有了20亿又如何？你花得掉吗？王不凡不由失笑，他把桌子上剩下的食物拍了照，顺便给小黑倒了一碗牛奶，然后又走到了储物间，对着堆成小山般的食材拍照，还有冰箱里的冷冻食品、水果，最后则是室内的温度显示。几秒之后，左青青就发来了视频通话。你居然把牛奶喂狗！我的牛奶，我想给谁喝就给谁喝。不凡哥哥，人家刚才是和你开玩笑的，这2天我也好好反省了，其实我还是喜欢哥哥的，才会想要挽回哥哥。我
我可以去你那边吗？晚了，我已经有女人了。可这鬼天气来的那么突然，他肯定不在你身边吧？让我来陪你，好不好？他当然在我身边。说罢，他调到了后置摄像头上，对准了柳晴。王不凡，你太过分了！我们才分手多久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另结新欢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我不是怕你被骗吗？你有那么多钱，被一些爱慕虚荣的女人盯上也很正常。不过，他们爱的只是你的钱，只有我不一样，我爱的只有哥哥你。我操！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人家会误会和吃醋的。还有，我要忙了。王不凡挂断与左青青的通话，如此应付，定能让他心存幻想，在巨大的物资诱惑下不断上当。末日开始，他的复仇计划也才起步，当然不会轻易了结左家4口性命。上一世他们为了抢夺王不凡的物资，活活将他肢解，这一世他也要看到这家人受尽折磨，到时再收割他们性命。这时，王不凡想起宋青雨，想看看美女锦花还有没有之前盛气凌人的样子，便发去视频。许久后，视频接通，宋青允尽显疲态，因严重缺水，嘴唇干裂，又一天多未进食，整个人衰弱不堪，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。王不凡，我投降，你快来救我！王不凡接到宋青雨电话，便开启空间之门，2个来回，瞬间出现在餐厅厨房。地上躺着身着警服的宋青雨，她已1天多没进食，显得有气无力。此前，柳晴到款消失，王不凡夺枪绑人质，杀戮大龙一家及离奇从饭店消失等事，让宋青允对王不凡充满疑惑。他假意求救，实则想制服他以查明真相。当王不凡走到他身边，当即取出手铐扑向王不凡，但却被他侧身躲过，并牢牢地牵住腰肢。哟，这么急着和我亲热？放开我！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通过暗道啊。在哪？亲我一下，我就告诉你。哎，好心来看你，你还真是不领情。想吃吗？只要你跟着我，这些你可以每天都吃到。宋青允先盯着这些水果看，嘴巴不停地挠动着，可最终他还是坚定地扭过头去。佩服，佩服！看在你这么有原则的份上，这盒西瓜我免费送你了。你要走了？怎么，你打算跟我回去？宋青允哼了一声，扭过头不想理他。可再回头时，王不凡已不见其踪，四处寻找也找不到他口中的暗道入口。饥饿来袭，他意志力下降，看到王不凡留下的西瓜，便狼吞虎咽吃起来。被困餐厅，他开始动摇，想起王不凡让他回去的提议。王不凡回到别墅，见几个人拎着袋子匆匆跑过，随后额头流血的快递站老头何成光追了上去。他得知国家号召自救的新闻成了社会秩序崩塌的信号，快递站被抢只是开端。他想到米小璐此前答应帮他赶走讨债人，就有感谢，决定去看看。刚到米小璐家门口，就听到激烈争吵。原来郭海竟劝老婆出去卖，说楼上老王愿出1瓶水加1包面，楼下张大爷给3斤大米，隔壁楼也有人出价。王不凡震惊，没想到郭海如此窝囊。屋内米小璐正与他激烈争吵。你特么都不知道跟多少人睡过了，跟我扮清纯，贱人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答应老王了，等下他就会过来，你好好招待人家，不然我不介意帮忙按着你的手。砰砰砰！就在这时，房门突然敲响，郭海开门有点惊讶。咦，怎么是你？你的行情可真是好啊，又来一个。不过你来晚了，先回去等等，轮到你的时候我会叫你。想不想跟我走？米小璐绝望地看着自己的老公，她咬了咬牙，便向着王不凡走了过去。你敢？她是我老婆。那又如何？郭海扬手就要一巴掌对着米小璐的去，但手腕被王不凡握住，一脚踢过去，好，郭海就被踢飞，在地上连连打滚。看到丈夫这副狼狈的模样，米小璐没有一丝心疼，只有快意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当你死了。楼梯间脚步声传来，40多岁、长相丑陋且未婚的老王现身，他笑着去拉米小璐的手，米小璐急忙躲到王不凡身后，老王脸色一沉，伸手抓他，却被王不凡一脚踢开。郭海和老王只能在地上恶狠狠地看着两人离去。回到别墅中，屋内的清冷让米小璐安心不少。王不凡让他先去洗澡，而他紧随其后，只听见哼哼哼。1个小时后，两人从浴室出来，又带他到摆满食物的厨房。米小璐眼眶泛红。这时柳晴下楼，两女对视便知彼此因王不凡而来，且都担忧物资。王不凡表示不必为此担心，不过住下就得听从安排。两女唯求安稳，立马答应。此时郭海心生恨意，找来与王不凡有过节的老王和刘存光，三人趁夜手持菜刀来到别墅地下室门口，按下门铃。王不凡通过监控看到三人，笑着走到地下室，简单布置后便打开了门。你来干嘛？你特么抢了我老婆，我不能来找你。不过你都把那件人睡了，我也不想要了。你赔我10箱方便面和水，这件人就送给你了。不然的话，我明天就在小区里到处宣扬，看你们这些狗男女还有脸出来不？10箱太多了，我顶多给你5箱。郭海跟着王不凡走近，他与刘存东三人同时挥起菜刀，一边冲了进去。这时王不凡用遥控器把地下室的门关上，看到三人手中的刀，冷笑道：就凭你们3个人，3把破刀，足够弄死你了。一起上，杀了王不凡，他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。3个人满脸凶相，一起往前走。可走着走着，老王突然惊疑一声，
然后整个人就凭空消失了。刘存东和郭海却只觉汗毛直竖，有一种见鬼的惊怖。地下室灯火通明，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了。怎么回事？是你做的对不对？在我家肯定是我做的啊。郭海，我其实不想弄死你，因为你活着，我看着米小璐的时候更爽一点，但你非要找死，我只好弄死你了。这时王不凡手中凭空多出了一把手枪，郭海吓得连忙倒退，可一退，整个人就消失了。这一刻，刘存东也吓得直哆嗦，站在原地不敢动弹。你是在变戏法？你用了什么障眼法？所以我才看不到他们。你是想让我们自乱阵脚，不战而溃？那你走2步看看他们会不会出现？刘存东这时依然不敢动。那我帮你一把。他心念一动，从异空间召唤出一块大石头，凭空砸向刘存东，恐怖的爆发力将其狠狠地砸进。郭海和王新建在异空间中也被他的空间之力所绞杀，三人就此彻底消失。一夜过去，气温飙升至58度。王不凡吃饭时刷手机，业主群里马月兰质问儿子下落。从昨晚起，他就联系不上刘存东，对儿子的去向心急如焚。王不凡，我儿子昨晚去找你用食物去换水，他带着食物过去，却再没有音讯，是不是你抢了东西又把我儿子绑起来了？哦，那我问你，你儿子带了多少食物过来？2箱饼干。王不凡走去储物间，拍了一段视频，然后丢在了群里，却不说一句话。过了一会，群里立刻就沸腾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多的物资！哈哈，王不凡都有了这么多物资，还需要骗你们2箱饼干？艾特马月兰，笑死我了！就好像我有1000万，却还要去骗别人100块。发现王不凡在业主群中炫富后，左青青一家都愤怒无比。在他们看来，王不凡的东西当然都是属于他们的。这个趁火发了点财，就趁不知其新闻一边才7天，他就人不知开始炫富了。不过，与其让别人抢了，不如便宜我们。事不宜迟，今天晚上就行动。这一家4口互相看，若桂芬开始分配任务，左青青负责让王不凡开门，左富贵和左阳负责动手，第一时间弄死王不凡。之前求了他那么多次都没用，这次必须弄死这混蛋。4人商量好了，就静静等待黑夜降临。另一边，王不凡从异空间取出一架无人机，准备了一份盒饭，另加2瓶水，挂在无人机上，用遥控器操纵着飞出了别墅。另一边给宋青允发去了视频通话，只见宋青允披头散发，憔悴无比，嘴唇更是因为严重缺水而开裂了。过了几秒钟，饭店门口一架无人机从天而降，上面还挂着水和食物。宋青允连忙解下塑料袋，一边吃一边眼泪就流了出来。这一刻，他的意志全面瓦解。王不凡终于到收获丰硕果实的时候。别哭了，晚上我来接你，保证你不会再吃一点苦。王不凡准备去接宋青允时，业主群里涌来一堆加好友申请，都是冲着他的物资来的，或求购，或借粮借水。他看到邻居张氏，便先通过了他。张氏想用金条换物资，可在这末世，黄金远不如食物。不过王不凡知道张氏有个年轻漂亮的老婆程雅，提出以此交换。张氏气急败坏地挂了电话，却又心生一计，于是带着小娇妻来到王不凡地下室门口，身上还有一个背包。王不凡开了门，两人走了进来。张总不愧是大老板，知道我想要什么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确实有些小惊喜。别特么给我耍嘴皮子，现在滚出这栋别墅，别逼我弄死你！这里每一扇门都需要用指纹解锁，我这么离开的话，你连地下室都出不去。那就立刻把我的指纹录入进去，别耍花样。行吧，录入你的指纹。小心！地主见流时，张氏直接全身酥麻，手里的复合弓立刻掉到了地上。等他反应过来，想要去捡复合弓的时候，一只脚已经踩在了弓上。哈！王不凡一个吸顶，张氏便被拱飞了出去，鼻子间鲜血长流。王不凡取来一根绳子将张氏绑了起来。张总，你这也太不上道了！我把你当客人，你居然要洗劫我！不过张总还是把娇妻带了过来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敢碰他一根头发，我就杀了你！张总真有眼光，尊夫人有容乃大。来，美女，我带你参观一下。程牙哪有宋青允那种不屈的意志？自己的男人一被拿下，他就吓得六神无主，乖乖就跟着王不凡走。当他亲眼看到储物间那堆满了食物、净水时，不由激动的胸膛起伏。5分钟过去，两人回到地下室，王不凡给张氏松绑，笑着说：“行了，张总可以回去了。”哈！地下室的门在他身后关上了。这时张氏突然反应过来，然后拼命在铁门上拍了起来。王不凡，快把我老婆放了！你特么的，我要宰了你！行，那我问问你老婆愿不愿意跟你回去？程牙当初为了钱嫁给了张氏，现在当然也会因为更好的物质条件而抛弃张氏。老公，真是对不起，我以后就跟着王不凡了。张氏终于明白为什么王不凡这么轻易的放了自己，他狂拍门不止，但王不凡和程牙不再理会他，发了会合，他还是跺跺脚回家去了。安排好程牙之后，他来到车库，从异空间丢出一辆皮卡向餐厅方向驶去。饭店门口，皮卡撞开了大门，直接硬塞了进去。不远处，宋青允瞠目结舌地看着王不凡把副驾驶的门打开。宋青允愣了一下，缓过神来，这才坐上了副驾驶上，和王不凡回到别墅。宋青允走进别墅，顿时感觉到一股清冷之意扑面而来。王不凡走过来，凑在他耳边说：“跟着我，你可以衣食无忧的活下去。反之，哈哈，
之前3天你是怎么度过的？不用我复述了吧？你要是愿意跟着我，我供你吃喝，但前提是你一切都得听我的。不愿意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。宋青云咬着嘴唇不说话。就在这时，王不凡手机中却传出了报警声。通过监控看到了左青青一家4口。王不凡清楚宋青允在犹豫什么，趁着这个机会，他带着宋青允来到地下室，让他看看真正的人心有多么险恶。王不凡打开监控，让宋青允看看左青青一家的德行。屏幕里传来他们的对话：等下青青，你就对着那家伙施点，必要的时候不妨把衣服脱了，给他一些甜头，然后你们爷俩趁机弄死那家伙。可是他什么？一个是你爸，一个是你的弟弟，看了会怎么样？看到了吧，这4人是我前女友一家，要让我把自己的房子让出来给左青青弟弟结婚用。他弟弟不学无术，好吃懒做，还有这2个老货，他们是什么德行？从刚才他们的话中，你也应该可以听出1、2，我就不多说了。王不凡说完打开门，左青青看到宋青允便开口大骂起来：王不凡，你是在找死吗？你口口声声说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，我只是让你把房子腾出来给我弟弟当婚房，你就和我分手，而且又这么快勾搭上了这个贱人，你根本就是虚心假意。不用跟这种混蛋啰嗦，让你爸和你弟看死他。菲菲，留一口气最好了，然后让他看着你爸和你弟玩他的女人，把他给活活气死。卡他。王不凡出手如闪电，2拳就将持刀的左家父子打晕在地。骆桂芬见状傻眼，还没回过神，就被王不凡一巴掌抽晕。左青青想质问，王不凡却让他离开。左青青误以为他念旧情，为了能活下去，他看了眼地上亲人，咬牙离去。王不凡把左家3人丢到车库，心念一动，变出3个大铁笼，将他们关进去，打算让3人在众目睽睽下活活饿死渴死。宋青允被这残忍场景吓得不轻，再想想前2天的遭遇，也顾不了王不凡究竟是什么人了，便应允以后将跟随他。末世第4天，赤身关在铁牢的左家3人成了大新闻。张氏避开王不凡，新建群将大家逐个拉过去，议论纷纷。这个王不凡还真够狠的。哼，王不凡这相当于是在公然杀人，你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。现在是左家3个，你们还能坐着看戏，可哪一天被关进笼子的是你们呢？这下群里的讨论声戛然而止。我也不怕自报家丑，王不凡看上了我老婆，昨天借着卖食物为名骗我开门，结果把我老婆抢了过去。我虽然拼命反抗，但还是被他打倒了。你们想想，如果王不凡到时候威胁的是你们，呵呵。众人沉默，但大家都明白，现在社会秩序崩塌，只要武力强大就可以欺男霸女。王不凡今天可以把左家3人关进笼子，那明天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对他们？他抢了张氏的老婆，难道还会对别人家老婆、女儿心慈手软吗？有没有人愿意为了自己的家人和我一起干的？杀了王不凡，解决后患，平分物资。我干了，拼一把，我也加入。不一会，就有21个人来到了张氏的别墅中，商量晚上对付王不凡的办法。到了晚上7点，一行人抡着铁锤试图砸开大门。王不凡盯着监控摇摇头，要是真能把大门砸开，那这几千万岂不是喂狗？一群人砸了半天，中途都换过几拨人，大门丝毫没有被破坏的迹象。于是众人又改变了策略，盯上了墙，哐哐哐，只见一片片砖石纷纷落下，很快就被众人砸出了一个洞来。但当他们把墙壁再砸开一下，发现这道墙之后居然还有一堵金属墙，众人都是束手无策。他们真怀疑王不凡是从未来回来，不然怎可能做这样的准备？张氏也没了办法，只好对着监控喊话激将王不凡。王不凡，你是打定主意要当缩头乌龟吗？你要是现在走出来投降，我倒是可以考虑留你一条命，甚至让你保留1半的物资。张老兄，你要没什么办法了，我可要和你老婆，嘿嘿。你这个混蛋，你敢动我老婆，我就去杀了你的女朋友。你敢？我警告你，你敢碰左青青一下，我绝饶不了你。王不凡心中暗笑，终于等到这一刻。王不凡就是要借他人之手让左青青身体和精神双重崩溃，但还要假意装出一副心疼左青青的样子。张氏以为拿捏住了王不凡的把柄，气势汹汹地带着一行人来到左家大门前。一群人二话不说，直接拿铁锤开，不出几下，门锁就坏了。一群人如狼似虎冲了进去。张氏带着一行人气势汹汹地来到左家租住的大门前，一群人二话不说，直接拿铁锤开凿，哐哐哐，不出5下，门锁就坏了。一群人如狼似虎冲了进去，左青青正在睡觉，刚被巨响声惊呼，还一脸懵的时候就被抓了出来。他吓得半死，双手捂在胸前，瑟瑟发抖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不用怕，我们只是需要你帮个忙。走。一群人带着左青青又杀回了别墅那边。左青青自然意识到这些人打的是什么主意，连忙尖叫起来，有些歇斯底里。王不凡，你看看这个人是谁？张氏，你太过分了，他跟你我的恩怨无关，快放人！快点开门，我保证放你们这对鸳鸯安全离开。王不凡，你不能开门。这时左青青心想，要是门一开，别墅也好，里面的物资也好，
肯定要被张氏他们瓜分。他虽然心里十分害怕，但也劝说王不凡不能开门投降。比起王不凡这个人，他手里的物资更让左青青心动。张氏，我警告你，我警告你！王不凡，你再不出来的话，别怪我们对你女朋友不客气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5箱水和50斤大米，你们把它放了。众人对张氏手中物资心动不已，可张氏捏住王不凡把柄，余粮在握，胃口极大，怎会轻易答应交易？王不凡早已料定张氏胃口太大不会答应，就算张氏答应，他也准备反悔。前世左青青为了抢走他的物资下手最狠，和家人肢解杀害了他，那痛刻骨铭心。如今正好可以利用张氏让左青青生不如死。张氏在门外嘲讽威胁，称不交出物资就折磨左青青。王不凡看着监控喊话，假装在意让他不要伤害左青青，但在屋里却不为所动。很快，张氏说到做到，给王不凡发来一部小电影。与此同时，宋青允按照王不凡的要求，身着修身旗袍上楼，旗袍完美勾勒出她的身材，性感却不失高雅。看什么呢？你自己看吧，我嫌辣眼睛。太恶心了！张氏好歹也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，怎么会如此无耻，给你发这种东西？你没有认出视频中的女主角吗？左青青。张氏想要利用左青青逼我开门就范，他是不是傻？但宋青允立刻明白，他亲历过左家4人那晚的无耻和坏。王不凡虽然放了左青青一马，可他清楚，王不凡哪是怜惜这女人，分明是要慢慢折磨。我明白了，是你。宋青允心中一叹，王不凡到底被左青青怎样伤害过，才能做出这样的行为？这时宋青允突然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用自己的身心去影响、改变王不凡，让他恢复对于人的信心。在他看来，这是一种拯救，也是他这个治安员的职责。过了一夜，张氏一群人已经将左青青折磨得不成人样，但王不凡依然没有回应。这时有人向张氏建议：张哥，我们的食物越来越少，王不凡又不肯出来投降，不如我们还是把这娘们卖给他吧。连一间别墅都拿不下，以后我们还能怎么办？我们今天晚上再行动，打破王不凡家的玻璃，强行进入别墅。要是破不了王不凡的别墅，难道别人家的也破不了吗？许多人不是嚷着要晚上出去寻找物资吗？就让他们去，等他们把物资拿回来了，我们再挨家挨户的抢。众人听到张氏再次进攻王不凡别墅的计划，纷纷赞同，只等夜幕降临执行计划。此时的王不凡让4女把菜端到宽敞阳台，4人做了8菜1汤，旁边果盘里摆满西瓜、木瓜、草莓等水果。这时隔壁于初桐手持红酒与高脚杯现身，瞧见他别墅里的4个美女，心中清楚她们肯定是被物资诱惑，甘愿成了王不凡的金丝雀。但于初桐望着满桌食物水果，不由心动。王不凡此前拒绝卖水果给他，即便现在松口，后果也是羊入虎口。王不凡冲他微笑，指了指菜肴并招手示意。于初桐明白，若过去赴约，必然要付出不菲代价。哟，现在还能装清高，就不知道还能坚持几天。我猜最多3天就要和我们一起抢王不凡了。没必要这么说人家，谁让他先哼我们的？柳晴向程牙使了一个眼色，程牙会意，2女便一起坐进了王不凡怀里，轮流投喂食物。于初桐瞥见后羞愤离去。晚上10点多，宋青云等人回房，王不凡留在阳台，饶有兴致地看着大门口即将上演的好。半个多小时后，一群人身着雨衣，手持铁锤菜刀，气势汹汹从地下车库朝别墅走来。王不凡操作手机，别墅窗户落下钢，众人砸窗，差点被铁锤传来的震动把牙齿都给震碎。有人拿手电筒一照，看到钢板顿时就傻眼了，无奈在酸雨和闷热中撤退，转而计划抢劫找到物资的人。末世第6天，业主群里众人控诉张氏一伙抢劫，双方矛盾激化，部分人却选择加入张氏势力，小区迅速分崩离析，以楼栋为单位形成20多个联盟。此时，网名为一叶孤舟的都市寻芳记作者林晚秋加了王不凡好友，因为这部小说的尺度超大，每每看得他血脉奔张。他一直以为是哪个中年油腻大叔写，结果看到朋友圈照片，居然是个成熟风韵的御姐，丹凤眼顾盼生情，胸襟伟岸无比。为了在末世还能有娱乐消遣，王不凡提出以物资交换，让林晚秋继续把小说写下去，且只发给他一个人看。林晚秋当即答应，连忙对王不凡吹气踩魂屁。就在王不凡准备用无人机送物资时，却被林晚秋拦下。老板，现在情况有些不妙，我们楼栋现在开始搞专制了，让所有人都把手里的物资交出去，否则都会直接破门墙，以后就是统一分配物资了。王不凡虽然早就预见整个小区会发生火拼，但没想到会形成联盟。要是现在直接把林晚秋接过来，倒是比一次次送物资方便多了。到时候要真发生火拼再收留林晚秋只会更危险。王不凡当下就决定让林晚秋也搬去他的别墅。你可以搬过来住，但进了我的别墅，那一切都得听我的。您是老板，当然你说啥子都是啥。你现在就过来吧。好。在王不凡交代下，林晚秋什么也没有带，不过她还是把头发打乱了，还特意穿了一件肥大的裙子，免得被人看到她的身材。走到地下车库，每栋楼的人聚在一起，但凡有别的楼栋的人路都会遭到敌视的目光。林晚秋一路快步而行，眼看距离王不凡的别墅越来越近，突然有人将他拦了下来，是一个叫周兴的租户。林晚秋心中一慌，担心会被这男人拦下，
前功尽弃，于是快速逃走。周兴一开始只是想占点便宜，但林晚秋一跑，他自然就本能的追了上去。其他人看到后也追了过去。林晚秋冲到了地下室门口，用力拍起门来。就在这时，周兴已经追到，一把就要去抓林晚秋。林晚秋自然连踹带踢，想要将周兴逼退，争取到开门的时间。王不凡，快开门，快开门！哈哈，居然是个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晚上陪我们玩玩吧。哈哈，还想投靠王不凡？带走！咔嚓一声，就在这时，地下室的大门打开了，一众人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齐齐大喜。王不凡的别墅里有着大量的物资，趁这个机会冲进去，把别墅占了，那岂不是赚发大了？周兴先大吼着弄死王不凡，哈！一声枪响，压住了所有人的喧嚣。在众人的注视之下，哈！周兴仰天摔倒，额头上则是多了一个子弹孔，倒在了地上。还有谁？顿时，一众人不由自主的倒退。王不凡不语，随即拉着林晚秋进了农。过了一会，众人都在议论，说绝不能让王不凡拥有枪，这对整个小区都是严重的威胁。然而，大家只是说的热闹，真正去夺枪却没有一个人愿意。这时，王不凡手机上弹出来一条消息：想不想要回你的女人？你有什么条件？我已经带着人在你别墅下面的车库里，你下来谈谈吧。想看戏吗？跟我来。王不凡带着舞女去了别墅地下室，通过监控看到门口张氏拿着水果刀架在左青青脖子上，便打开地下室大门走了出去。舞女见到这幅场景都很是不解，此前左富贵一家3口都被关在铁笼里，又没有人喂他们吃喝，再加上高温，现在都是奄奄一息，估计都撑不到明天了。可现在王不凡居然表现出愿意舍枪而救左青青，这简直不合理到了极致。王不凡走到门口，张氏用水果刀抵住左青青，要求他拿枪交换。左青青看到王不凡的时候，不由激动的胸膛颤动。就2天时间，左青青已经被折腾得够呛，头发凌乱，身上则是布满了淤青。哥哥，救我！救我！张氏，放人！你敢开枪，你的女朋友就要没命了。不过我可以将她还给你，只需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就是你把枪给我。你让我考虑一下。快点，我只给你10分钟，不然就撕票。王不凡佯装犹豫，退回地下室后，他给居委会杨阿姨发去了消息。那天他打死周兴后，杨阿姨就联系上了他，为了小区居民的安全，试图让他把枪交出来。王不凡表示会考虑，现在时机刚好。他告知情况后，杨阿姨深知枪落入张氏手中的危害，迅速动员了自己楼栋及其他楼栋共20多个势力的人赶来。与此同时，他把枪收进一空间，在枪膛中卡了一块金属，只要开枪，子弹就会炸膛。过了一会，王不凡再次开门，杨阿姨也带着20多个势力的人全部过来。张氏面对突然出现的众人，又惊又怒。张氏，我答应你的条件。不行，枪给你了，快放人！抢枪！看住这女人，绝不能放跑了她！张氏冲上前就和人打了起来，王不凡则是退到了地下室的门口，从口袋中又取出一把枪，对着舞女亮了亮。这时他们恍然明白王不凡对那把枪做了手脚。他收起枪，默不作声，但心里非常清楚，地空间里可以打死人的枪有不少。他当初去漂亮国陵园购的时候，可没有少光顾买卖枪支的人，别说手枪步枪了，就是重武器都有一大堆。他的军火库足以轻松灭掉整个小区，而这会在地下车库中，为了那一支枪，所有人打得不可开交。哈哈哈哈！都他妈得给老子退开！王不凡，我们约定好了，我把枪给你，你就放人。现在枪已经给你了，你要不守承诺吗？现在枪在老子手里，老子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给我跪下来！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我跪天、跪地、跪父母，绝不会给你这种人下跪。哦，你很勇敢吗？那就去死吧！哈！火光爆闪，枪声刺耳，但张氏却发出惨叫，右手更是血淋淋的，手指好像都断了几根，掉在地上。那把枪已经严重变形了，张氏痛苦无比，血哒哒哒的滴在地上，让他额头上青筋直跳。众人看到那把枪炸膛了，知道张氏对他们没有威慑力，都纷纷离去。刚刚还热闹无比的车库，眨眼间就变得空空荡荡，只剩下张氏一伙人。王不凡和舞女也回到别墅，他看到张氏右手已经炸残，要是张氏再拿左青青威胁他，他就懒得再演戏了，可以收网了。隔壁阳台的灯突然亮了，只见于初桐走了出来，在王不凡的注视下，他居然给王不凡发起了视频。很精彩，你其实一点不爱那个女人吧，而是利用她戏耍了整个小区的人。没想到于小姐也是聪明过人啊，我们正在庆祝，不介意多一个人。我不会和别的女人分享男人，你真想追我的话，先和别的女人把关系断断清楚，我才会考虑一下。我可不会因为一棵树而放弃了整片森林。虞美人，你的物资还够你吃几天？不用你担心，看来是不多了，嘿嘿，欢迎你随时投降，我会给你留一个房间。不过先来为大，后来为小，你只能当小六了。六妹还是早点投降吧，别晚了连六妹都当不上，变成七妹八妹。你们以为我和你们一样吗？于初桐挂断电话，露出一抹不屑之色，转身回了屋，脸上却不见刚刚的傲娇。其实他的物资也撑不了几天了，可当下没有别的办法，向王不凡求助好像是唯一的出路。他担忧着睡了过去，而王不凡则是与舞女春光无限。一夜过去，末是第7天，张氏痛了一个晚上，
熬了一夜，再加上右手残废的冲击，让他一夜就憔悴了许多，而他的怒火也越来越高炽，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。带上这个贱人去王不凡那。这一回王不凡要是不把别墅交出来，就把这女人做了。不要！左青青被推搡着来到28号别墅下，王不凡看到张氏一行人在业主群里发去消息：各位，张氏挟持了我的女朋友，逼我交出别墅，与其便宜她，不如给你们。谁能帮我救出左青青，我愿意给她10箱水，还有100斤大米，20斤腌肉。众人看到消息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于是20多个势力便出动，大量的人拿着菜刀、晾衣杆从各个楼栋的负一楼中冲了出来，向着张氏一行杀了过去。张氏懵了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大战就此爆发。不同于昨天的乱打一气，今天是几千人围殴数百人，哪怕现在天气热，大家又没有吃饱，体力大不如前，但10个人一轮拳头打过来，那也是足够让人喝上一壶的。更何况现在可不是赤手空拳，而是都带着武器。张氏当然最惨，2条腿都被砍断了，背上也挨了一刀，正汩汩涌着鲜血。他在地上爬动着，一副还要挣扎求生的样子。众人看到张氏已无还手之力，便向王不凡拿走了物资。这时左青青也被放走，在几千双眼睛的盯视下走向王不凡。哥哥，我太高兴了，你愿意为了我付出那么多。你错了，知道张氏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，偏偏是那个时候呢？要是我真想救你的话，其实早就可以。呵呵，张氏之流在我面前根本就是蝼蚁，我是故意把你丢给他们，让他们以为你对我很重要，所以他们才会拼命折磨你，以为可以让我妥协。哎，每次在你和张氏面前演戏，我真是忍得好辛苦啊。左青青，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。王不凡说出了真相，只是没说上辈子被左青青一家杀害的事实。重生是他最大的秘密，永远不可能告诉任何一个人。左青青愣在原地，王不凡说的一切对他的打击太大了。正当他以为可以苦尽甘来，从地狱爬上天堂时，王不凡却给了他重重的一脚，直接将他踢回了地狱，甚至还要掉得更深。左青青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表情在短短几秒内经历了无数的变化。突然，他绽放出了笑容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！哈哈，我是王不凡的老婆，我有数不清的物资，你们快点跪下来求我，我可以好心分给你们一些食物。左青青受刺激彻底疯掉。王不凡解决最后一个仇人后畅快不已，睡了许久。醒来后，他收到曾想对他仙人跳的李静发来的消息。她是个37岁单亲妈妈，和18岁的女儿李小小常以照片勾引男人，骗其开房付钱后下药偷钱。此前他们看到王不凡的物资想故技重施，没想到果断拒绝。这次李静打来视频，嘲讽王不凡为女人交出物资，还炫耀自己有食物。他看着李静，心想左青青已疯，张氏已死，既然李静主动找上门，便打算陪她好好玩玩，顺便用她试试异空间的新功能。王不凡与舞女用餐时收到曾企图对他仙人跳的李静发来的消息，李静嘲讽他因为左青青交出物资后肯定会变得落魄不堪，还炫耀自己有冷冻食品，但也只是最普通的冷冻食品，比如饺子之类。王不凡主动发去视频通话，将镜头对准满桌珍贵食材，如帝王蟹、鱼子酱等。李静看到后愣住，不妨啊，刚才是我不懂事，你别和我一般见识，你让我和小小去你那边住怎么样？你说什么我们都听你的。不要，你长太丑了，大妈，你年纪一大把，就别想着祸害我了。李静看到王不凡家的丰富物资后，他摇着丰硕的屁股开门走了出去。只见在客厅中，一个30多岁的壮汉正坐着，名叫王强，是个刑满释放的无业人员。出狱后，他父母掏空积蓄给他在这个小区买了套房子，结果他回来没2个月就把将房子抵押，供他挥霍，父母被他给活活气死。这些他都毫不在意。在天灾时凭借凶悍成为14栋领导者。得知王不凡家有大量海鲜和5个美女，他决定抢夺。此前跟着张氏强攻王不凡别墅屡屡失败，这次他召集手下找来锁匠刘劲松，打算断掉他家中的电，然后撬锁进入。在酸雨天气里，王强等人艰难破开变电房，成功让王不凡所在的28号别墅停电。来到别墅门口，此时他正被柳晴和程牙伺候着吃水果。听到撬锁警报后，他淡定查看监控，然后在手机软件上操作了一下。王强等人以为停电就能顺利开锁，却不知王不凡早有防备。怎么了？有电，还有电，电闸都拉掉了，哪来的电？电！这家伙还有备用电源，被电的滋味爽不爽？王不凡，有本事就别躲在乌龟壳里！王强恼羞成怒，不断激将王不凡。他人在地下室，但空间之门却可以破墙开启。瞬间，咻，一支箭射了出来，一阵箭雨向王强一行人射去，顿时惨叫声一片。什么东西炸我？好疼！这箭从哪来的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快跑！众人就向着通道口跑，虽然黑灯瞎火的，处处碰壁，可他们并没有发现，其实王不凡已经停止了攻击，而是把空间之门开在了通道口。于是，一个个人就那么一头冲了进去。不过1分钟，通道中的叫声就戛然而止，安静的一笔。他微微一笑，心念一动，王强的意识还停留在几十秒之前，异空间没有时间概念，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什么。反应过来，发现自己居然不在地下车库，而是在一个屋子内。王强环顾左右，他的手下消失不见，而王不凡却在他面前。看到他也是一个人，
虽然心慌，但还是想恐吓他交出物资。嘿嘿，弄死你！这里的一切，包括女人，都是我的了。你没发现自己有什么不同吗？王强微微皱眉，他本能地摸索着自己的身体，突然不可思议地看着左手，变得跟猪爪似的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帮你改造一下，你不感谢我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你就不用知道了，你只需要告诉我是谁让你过来的。王强被吓得慌了神，看着自己的手，再看看王不凡，只觉得他绝对不是正常人，自己平时的无赖行为对他也没有用，于是不敢再与他对抗。是李靖，他在14栋902。王不凡手一挥，边上就凭空出现了一只铁笼，与关押左家3口的同款。王强刚想抵抗就被他制服，顺势塞进了笼子里。接下来几天，王不凡要观察王强的变化，看看改造了人体结构还会不会有后遗症，之后便去找李靖算账。既然他挑唆王强向自己出手，他绝不可能轻易放过他。王不凡打开空间之门，然后把自己收进一空间，在王强眼前消失了。王强看到后眼睛瞪得浑圆。不过2-3秒的时间，王不凡就出现在902的室内。只见李小小正坐在沙发上刷着手机，卧室里则有电视的声音传出来。他轻轻咳嗽一下，李小小猛地抬头看向他，然后就惊呼起来。这时李靖腾腾腾地跑了出来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们怂恿王强把我害死，我现在是来找你们报仇的。鬼啊！还我命来！李靖和李小小在阳台时，丁酸雨见到李靖脖子，他躲避时用力过猛翻下阳台，李小小去抓他，结果2人一同从9楼坠下，伴随着尖叫，几秒后摔落在地。这对企图对王不凡不利的母女以这种意外方式收场，有点出乎王不凡意料。本想着跟他们好好玩玩，不过他觉得人死恩怨也就此了结，便离开了李靖家。瞬移到车库，看到左家4人，左富贵等3人已死，左青青却对着尸体有说有笑。前世他被这一家4口残忍杀，这一世他不可能当圣母，便转身离开，任由左青青自生自灭。回到别墅后，王强这个地痞流氓看到王不凡被吓得魂不守舍。你到底是不是人？刚刚那个黑洞是怎么回事？我当然是人，不过你嘛，心黑手辣，还真没有资格成为人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张氏那些手下不都是被你杀的？还有，你刚才是不是把李靖母女也杀了？我从不主动挑事，都是像你们这种蠢货惹到我的头上，我才会被迫反击。哈哈，你以为把我和李靖母女杀了就可以保住你的秘密？哈哈，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蠢。出发前我就告诉我兄弟，只要在约定的时间没有回去，他就会把你还拥有大量物资的消息散播出去。你现在看看大群里是不是有许多人在讨论这件事了？王不凡发现群里果然有人发林晚秋和满桌大餐的视频截图，众人叫嚣让他分享食物，否则就群起而攻之。他对此不屑一顾，将王强留在地下室上了2楼。此时各势力老大在小群商议对付他的办法。3栋图雷提议拉闸断电，逼他因酷热走出别墅投降，得到众人认可，于是将王不凡拉进群里向他索要物资。把我拉进这个群做什么？呵呵，我们希望你可以配合我们，把所有物资交出来，到时候我们统一分配管理。你们怕不是还在做梦吧？王不凡，我承认你的别墅就跟乌龟壳似的，从外面很难攻入，但你要知道，现在最可怕的就是气温。如果我们把你家的电掐了，你觉得在烤箱里可以坚持多久？忘了说，我们还可以生火，车库那么多车，我们把机油收集一下，全部铺在你家的墙上，再放一把火，嘿嘿，那可是名副其实的烤箱了。我记住你了，第一个就弄死你。那我真是期待你出来弄死我。涂磊等人见王不凡还是不为所动，当晚他们就成功给王不凡家断了电。这一断电，附近的几栋楼也跟着遭了殃。而这时的王不凡却让舞女都穿上旗袍，乘在阳台吃起了炭火火锅，桌上摆满各类美食。他拿出了几个盆，在盆里装满冰，每个人的脚边放一盆。隔壁于初彤因停电发现王不凡这边的异样，现在空调不能用，室温还在50度左右的高温上，他们居然吃着火锅，脚边还有冰块。这时于初彤给他发去了语音通话。为什么整个小区都停电了？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没错，有人要逼我走出去投降，便把变电房的闸都给拉了。于初彤气得胸口发抖，认为自己遭了池鱼之殃。他想要吃马，可嘴巴张了张，最终还是闭上了。你不用觉得停电是受我的牵连，哪怕没有我的关系，如今这种时候多的是男人想要把你逼出来，肆意玩弄你。你还有什么计划？不会就这么等死吧？你如果愿意过来，我不介意收留你。你看我这里可凉快着呢，吃火锅都不嫌热。六妹，快来吧。六妹。于初彤挂断电话，气呼呼地回了屋。因停电又热又渴，屋里也已经没有水，于是只能喝酒。他在醉酒与热醒中反复煎熬，很快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，但还是硬生生坚持了下来，想着不能这么轻易就死去，至少要看到王不凡的下场。末世第9天，王不凡去了地下室，想看看在王强身上实验的效果，结果发现王强居然已经死了。王不凡来到地下室，看过监控才知道王强死于流血过多。监控里看着他的左手像是被突然炸掉。这时他明白，利用异空间改变身体结构后，虽然能暂时加长生命时长，但也只能持续24小时，而且还有巨大的副作用。他要考虑寻找新实验对象，验证能否延长手术效果。这时涂雷在群里艾特王不凡：怎么样？
没有空调的感觉不好受吧？这你管不着，现在还是想想你自己吧。你现在也就嘴巴可以硬一下了，只是你还能够硬多久？太阳可是升起来了，温度又高了，王不凡，你能熬多久？王不凡在心里说道：“这个涂雷嘴那么丑，肯定是要弄死的。还有，参与这个计划的人都得一个个弄死，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。他们这群人不可能全身而退。”他回到1楼，与宋青允他们一起吃早饭。吃过之后，宋青允红着脸走了过来，小声道：“那个，我的亲戚走了。”王不凡大喜，一把将宋青允抱起来，与他在卧室缠绵了一整天。晚上，他继续在阳台用无烟煤烧烤，正想着怎么找到新的人，再次实验异空间的新技能。一条消息就发到了他的手机上：“王不凡，准备投降了吗？”消息是孙代发过来的，他是移动的话事人，末世前是一个大公司的领导，内心扭曲，潜规则难下属乃是家常便饭。如果这次能把王不凡睡了，那他会非常有成就感，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特别积极。这时，王不凡随手拍了一张照给他。你们居然还有心情吃烧烤？没有空调，你们那的室温至少50度，再生个火炉，你们特么是脑子有病吧？王不凡也把手机丢到一边，他决定今晚行动，弄死涂雷一行人，总不能一直忍气吞声当孙子。半夜，他使用瞬移技能，先到隔壁的18号别墅，又到8号别墅，然后才进入车库。他看了一眼28号别墅的地下室通道外，有整整12个人在守着。他悄然来到3栋的负1楼入口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，然后直去14楼，再来到1402涂雷家。王不凡推开主卧的门，灯光的蓦然亮起，涂雷和一个女人在床上睡觉。女人惊醒，王不凡拿着一把水果刀走到床边，吓得女人连忙屁滚尿流地逃到床下。哥，你不要伤害我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就你长得这模样，也就老涂不介意了。我操！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说了，迟早要取你的狗命。怎么可能？有12个人在车库守着。这时，女人已经悄悄打开了抽屉，摸出了一把尖刀，向着涂雷丢了过去。涂雷伸手一接，就向着王不凡冲了过去。然而，他还没有冲到王不凡眼前，咻，整个人就凭空消失了。女人脸吓得惨白，尖叫一声就落荒而逃，但只是跑出1步也跟着凭空消失了。王不凡心想，又多了2个实验对象。涂雷和情妇失踪消息传出后，孙代等人因一直无法让王不凡交出物资投降，手下失去耐心，便决定放火烧他的别墅。他们把汽油泼到别墅墙上，孙代扔出点燃的香烟，瞬间火势熊熊。然而，王不凡的别墅墙体有特殊设计，里面藏着冰块，火焰加速冰块融化，而他又能用空间之门补充冰块，使得别墅内温度不升反降。宋青云等舞女对此十分好奇，想用条件诱惑王不凡说出其中秘密。就在他准备说话时，收到了于初桐发来的视频。原来于初桐家挨着他家别墅，被火烤得酷热难耐。他愤怒地质问王不凡，却发现他那边竟然很从容，完全没有被大火影响。我要被你害死了，王不凡，你要记住，你欠我一条命。王不凡向窗外看去，看到外面熊熊烈火，自己在安全屋内不受任何影响，但于初桐与他的别墅是挨着，温度也在跟着升高。我不想这么死，我恨你，恨你。现在你愿意过来了吗？六妹，你还不投降？真想变成烤乳猪吗？于初桐受不了高温，下定决心还是要投奔他。跑到王不凡别墅后已经热晕了。王不凡看到监控后，一个瞬移来到他身边，然后取来纯净水，小口小口的喂他。这时于初桐也醒了过来，看见纯净水便贪婪的喝了起来。王不凡使坏，把瓶子硬是挪开，自己喝了一大口，却鼓起了腮帮子，并没有咽下去。于初桐自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便主动向着王不凡吻了过去，直到喝了2瓶水，他这才缓过劲来。六妹好呀，先去洗澡，还得感谢外面这些人，水都是热的，可以直接用了。你居然用清水洗澡？你不洗，我还嫌弃呢，一身的臭味。于初桐不再有之前的高傲模样，听了他的话去了卫生间。他洗了半个多小时，这才不舍得离开。这时外面的王不凡悠悠地说道：“把水放了。这些水只是脏，又没有毒，只要过滤一下就可以喝。退一步讲，就是用洗衣服，甚至冲马桶也可以。让你放谁你就放呗，我们家不缺这点水。”于初桐愣了一会，这才拔掉了浴缸的塞子，与王不凡上楼吃饭了。他的别墅内春意盎然，可外面的人却备受煎熬。哪怕是地下车库，白天也有45度以上的高温，现在更是因为放火的关系，温度已经达到了50度以上。其实和家里已经没什么区别了，而且燃烧之后，这里的气味特别冲，闻久了甚至会晕。艾特王不凡死了没有？没过一会，王不凡就发了张照片，正是他与6女一起吃饭的画面。照片中7人仿佛公司团建一般，对着相机露出笑容，比出了剪刀手。众老大只觉不可思议，难道他家里有发电机？应该是了，不然现在怎么制造冰块？那怎么办？我们难道要跟他耗到把发电机的能源用完？算了吧，我们不能再跟他耗下去了。
孙老大2天没能拿下王不凡，我不知道你那边什么情况，可我的手下快要造反了。你们也想放弃？好，你们放弃，我可不会放弃。不过丑话我先说在前面，我要是得到了王不凡的物资，你们一个也别想分享。之后群里的人一向王不凡发去消息，虽然说的话不一样，但意思千篇一律，就是今后不再针对他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王不凡并没有理会，从这些人联手对付自己开始，他就已经宣判了这帮人的死刑。只是一来他想慢慢玩，二来现在网络没有断，他怕大开杀戒的时候被人拍了视频丢到网上去，所以这些人可以慢慢收拾。时间一晃就来到了晚上，王不凡启用了发电机，整个别墅顿时一片通明。然而就在同一时间，整个城市却一片漆黑。可在这么一片黑暗之中，王不凡的别墅却格外显眼。顿时所有人自发的都不用谁发号施令，都聚到了车库。而孙代的人还想继续泼汽油维持火势时，也被强行制止了。这些红着眼睛的人都拿着铁锤、榔头等，他们要强行破入别墅。小区里的人都红着眼，砸着铁锤、榔头，准备强行闯入王不凡的别墅。巨大的声响惊动了王不凡7人，他们拿手机查看，却发现没了信号，电停了，基站也无法工作。所以哪怕手机还有电，但除非是卫星电话，否则休想打电话发消息。灯亮着，大部分人心中的黑暗还会被压制，可一旦连这点光都没了，那整个社会会更加混乱。见六女都是瑟瑟发抖，王不凡不由笑了。他白天还在想，得等网络断了之后才让六女知道自己一些秘密，没想到的是，电断的这么快。你们不是好奇我有多少物资吗？现在可以跟你们交个底，在2级冰山突然消失后，也不知道是地球磁场变化产生的影响，还是其他，我获得了一种能力。能力？说罢，他伸手一按，面前立刻多了一篮杨梅。一下子，六女同时站了起来，用震惊、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他和那篮杨梅，他们都是半张着嘴，完全说不出话来。我多了一个空间仓库，很大，而我发现2级冰山消失后，有预感可能会有大灾发生，于是我就开始改造别墅，打造安全屋。另一方面，我还大量囤积物资。你之前跟我说你去大漂亮那里零元购，你没在开玩笑？没错，我从漂亮国一路北上，沿途一直在零元购，收集的物资嘛，多了不敢说，几百亿总有的吧。也亏得你有危机意识，不然哪怕你有了这么一个仓库，不做准备的话也毫无用处。宋青允六女先是震惊，然后他们的脸上渐渐露出了喜色，最后齐齐欢呼起来。直到10点多的时候，王不凡7人才重新坐上了饭桌，继续吃晚饭。但他还是没有说出重生于2级冰山是他收走的意思。此时他担心的是，国家肯定有大型避难所，当社会秩序崩溃后，这一个个庇护所会不会变成某些野心家的私人王国？外面还在乒乒乓乓吵个不停。王不凡不耐烦了，果断开启别墅改装后的电网。有电！众人见强行破门不成，好多人对着门外的监控就开始哀求起来。王不凡，外面太热了，让我进去等一会，就一会。我已经1天多没有喝到水了，你给我点水好不好？王不凡，你让我住里面，以后我就给你当狗，你让我打谁，我就打谁。但因为被大火焚烧，这里的监控全部坏掉，于是一场闹剧持续到半夜，众人又困又饿又累。一夜过去，大家都回家了。让王不凡惊讶的是，居然又有人过来放火。一共4个人，戴着口罩，手里都提着瓶子，里面灌着刚刚收集来的汽油。别墅虽然不怕火烧，但他也没道理一直不反击。于是他就打开地下室的门走了出去。看到王不凡走出来，那4个人都是一愣。王不凡，弄死他，抢了他的别墅，上！拿命来炸！龙卷风摧毁！啊！你呀，出去！在王不凡面前，他们几下就败下阵来，躺在地上直哼哼。他露出残忍的笑容，将几瓶汽油洒在了4人的身上。谁让你们来的？孙代，王不凡，你饶了我们吧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刚才你们不是挺狠的吗？要把我弄死，抢了我的别墅吗？现在怂什么？我真是看不起你们！那4人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想要跑，但打火机已经丢了。汽油可是易燃品，于是4人一个接着一个燃烧了起来。王不凡冷笑，今天晚上就把孙代宰了。次日下午，王不凡7人都坐在阳台上喝着茶，突然他的余光好像捕捉到了什么东西，不由扭头看去，然后视线急速往下滑落。砰！一声重响从不远处传了过来。宋青允他们连忙站起身来，只见在14栋的楼下面赫然躺着一具尸体，内脏应该全部破碎了，鲜血汩汩涌出，全身光着，不着丝缕，身上更是布满了一道道的伤害，显然饱经折磨。这是坚持不住跳楼自杀了。没有人会这么自杀，肯定会穿上衣服，而且哪怕离这么远，还是可以看到他身上布满了印子，应该是……这仅仅只是开始，只要末世不结束，这样的场景还会持续上演。虽然六女完全不愁吃喝，但眼睁睁地看着末世的泯灭人性，还是让他们心生压抑。突然，王不凡的手机传来了报警声，他拿起一看，地下室的入口处有人，
对方一共4个人，都是男的。他想了想，还是来到了监控室，打开扩音器。有何贵干？王不凡，何不出来叙一叙？我是孙代。出来叙叙就免了，有屁快放。俗话说，没有永恒的敌人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你手里有物资，我手里有人，我们2个合作，可以将整个小区占为己有。你应该也看到了，就昨天开始停电，但今天小区里至少死了100人。嘿嘿，这世道已经完全乱了。你不是喜欢女人吗？巧的是，我喜欢的是男人。我们并没有冲突，你我合作，小区里的美女你随便挑，有本事你玩石飞都行。我嘛，呵呵，只对强壮的男人有兴趣。你考虑一下。孙代，你还真是个狠人。之前别人都放弃了，只有你还派人过来放火。怎么，4个手下被我干掉，把你吓着了，跑来这跟我谈合作了？我说了，没有永远的敌人。我原本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可惜。他打了一个响指，通道之外，一个女人便被推了过来，身上只有一套内衣，将雪白的肌肤全部暴露了出来。哪怕她的脸上充满了憔悴和恐惧，但依然可以看出她是个大美女。诺，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她老公已经被我收了。原本我们合作，你玩她，我玩她老公，多有意思。女人连忙用手捂着脖子，想要阻止鲜血涌出，但哪里按得住，很快就倒在地上，四肢抽搐一阵就不动。这一幕哪怕是孙代的手下都看得直冒寒气，但孙代却仿佛只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他在手下的衣服上把小刀的血迹擦干，然后收了起来。不识抬举，走。孙代这个人心狠手辣，不除掉必有后患。王不凡的嘴角扬起一抹冷笑，心想着这人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快晚上12点时，他带上了夜视仪，进入了地下车库。他身形一晃，就进入了孙代的房子，然后在卧室看到他。王不凡走过去，对着孙代就是一记重拳打过去，孙代就晕死过去了。王不凡没打算这么快杀他，因为他要用孙代做些实验。既然活物在异空间中只要不超过1分钟就不废，他把孙代丢进了异空间，每隔50秒左右就释放出来一次。如此，他轻轻松松就把孙代带回了别墅。王不凡来到1楼，系了根绳子在孙代的腰间，然后就将他丢了出去。王不凡等了3秒，便拉动绳子将孙代拖了回来。他的眼睛也被腐蚀坏了，他笑了笑，把孙代收进了异空间。几乎只是一瞬间，孙代变得完好如初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果然，我可以在异空间中治疗一切伤势，至少孙宇的伤可以。那么，太阳光中的射线呢？还有，这种治疗是永久性的，还是只能维持24小时？他一把拎起孙代去了地下室，把他关进了地下室的铁笼里，跟之前的王强一个待遇。一夜过去，末世第12天，当太阳出来后，他就去地下室把孙代带了出来。王不凡没有理会他，而是一脚将他踢出了门外，把孙代晒了几秒就收了回来，然后丢进空间治疗，最后又送去了地下室的笼子里。现在孙代身上的伤已经全部治好了，身体中的一些隐疾也被他拔除，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正常人。再加上别墅里宜人的气温，从理论上来说，孙代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死掉，能够继续实验。王不凡想了想，既然已经把孙代拿下，剩下的那些势力头头也应该好好惩罚一下了。末世第12天，王不凡已经把孙代拿下，剩下的势力头头既然对他出手，想要他的命，夺他的财产，岂能够轻易饶过？王不凡拿出一个喇叭，打开窗，把音量调到最大，喊道：各位亲爱的邻居，现在悬赏几个人，只要将这几个人拿下，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，带到我这里来，每个人可以换5香水、5斤肉和50斤大米。现在我宣读这些人的名字：冯丽丽、陈有龙、秦城、赵继虎。他发出悬赏后，确实让整个启东城都轰动了。其实现在的食物不是最紧缺的，而是干净的水。5箱纯净水的奖赏一下子就让许多人心动，他们立刻拉帮结伙，偷偷聚到一起商量。如果王不凡真肯拿出这么多物资来，特么的，老子愿意去杀人。是啊，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，他们都快渴死了。就怕万一王不凡是在骗我们呢？这家伙的物资非常多，这点不用怀疑，就是会不会守诺。这个简单，我们直接把人带过去。如果王不凡信守承诺，我们就交人；反之，我们就把人放了，就当白期待一场。王不凡继续把注意力放在了孙代身上，他就守在铁笼边，观察着孙代的变化。孙代依然中气十足，没有半点要死的样子。所以，我只是恢复伤势，而不是改变身体结构，人就不会暴毙吗？王不凡思忖着，下一秒他就把孙代收进异空间。1秒不到，孙代就又重新出现在了铁笼里。他想张口说话，可嘴巴张开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我舌头呢？我的舌头呢？孙代在铁笼中浑身颤抖，冷汗直冒。他留下食物和水，便离开了。不久，地下室门被敲响，5个大汉押着陈有龙前来，一人举起陈有龙的身份证示意。王不凡确认后，交换物资将陈有龙带入地下室。陈有龙被绑着，嘴里塞布，挣扎也无济于事，被王不凡轻易送进异空间，关进另一只铁笼。当晚非常热闹，陆续有人用活人或死人来换物资。王不凡一一兑现承诺，地下室笼子增至7个，20多个老大，仅7个活着，其余是尸体。王不凡没把尸体带进别墅，还有5人在逃。次日清晨，
又送来3个老大的尸体，只剩赵继虎和冯丽丽。赵继虎威望高，带领楼栋的人常外出找物资，大家觉得跟着他有长期生存希望。冯丽丽则是因为手段高明，有8个男人愿为她拼命，旁人难以对她下手。这时的冯丽丽正心烦，突然旁边一条舔狗叫道：“有车，有车开进来了！”什么？冯丽丽冲到窗边一看，果然一辆很特殊的车辆缓缓驶了进来，因为轮胎爆掉的关系，车子只能开得超慢。这辆车是冲着一栋楼开过去的，砰！一头直接撞进了单元楼，然后被生生卡停了下来。韩正元穿过玻璃跳了下来，在他的身后，一个个壮汉也跟着跳下来，大部分是光头，光着上身，可以看到他们的背上、胸口、手臂都有纹身。他们是一伙犯人。末世之后，监狱的管理当然也是一天比一天松散，直到今天晚上，在韩正元的带领下，这伙犯人成功实现了越狱。更危险的是，他们都抢到了枪，终于逃出了那个鬼地方。哈哈哈，这可是一个小区，以后就是我们的地盘了。兄弟们，把所有人都叫出来，让他们认一下新的老大。韩正元手一挥，总计24名犯人，每5人一组，去挨家挨户的敲起门来，不肯开门就直接砸，有反抗的人就开枪，砰砰砰，枪声不绝。而越来越多的人也被迫从家里走出来，去地下车库开会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小区所有人都出现在了地下车库，包括冯丽丽、赵继虎，人都到齐了。大哥，还有一栋别墅没能进得去，需要点时间。那就不等了，各位，我们开个很简短的会议，主题非常简单，就是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们老大，你们只有乖乖听话的份，不然的话……他把手中的枪把玩一下，对着一个人就是一枪，将那人的脑袋崩成了西瓜似的。一瞬间，女人都发出尖叫，男人则是噤若寒蝉。现在大家都去把家里的食物和水都拿过来，谁要是敢藏起来，嘿嘿！又是一声枪响，一个无辜的人就成了尸体。小区里这帮人哪见过真正的穷凶极恶之徒，立刻便被吓住了，乖乖的回家去把食物和水搬下来。当他们再次到地下车库集合后，韩正元说道：“男的全部去1号到5号楼住，女的去10号到15号楼，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关门，否则……行了，男的先走。”韩正元看向女人们，把小区里的女人分为2批，相对年轻漂亮的女人住进了10号楼，冯丽丽则是被韩正元留在了身边，剩下的一批让手下全都解决掉，免得浪费食物和水。这时2名小弟跑了过来，有一幢别墅的门怎么也砸不开。小区的别墅里住着什么人，你知道吗？别墅的主人叫王不凡，把别墅改造的跟个钢铁堡垒似的，而且他还有大量的物资。对了，还收了6个美女。他把王不凡这些天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，当然只限于他所知道。在他的描述之中，王不凡也只是武力值有些高，但基本是靠别墅这个乌龟壳来抵御入侵。韩正元不由怦然心动，在我这头狮子面前，什么乌龟壳都给你咬穿了。哥，攻破别墅之后，可以让我杀王不凡吗？你敢下手？那混蛋悬赏要我的命，老娘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行，那家伙就交给你处理。哥，你真好，让我来好好伺候你。这个晚上，整个10栋莫不充斥着女人的尖叫声、哭喊声，而从11栋开始呢，一个个女人被人拿枪逼着，不得不冲进了酸雨之中，然后一个个倒了下来。第二天早上的时候，11栋到15栋的门口处布满了尸骨，被酸雨腐蚀了一个晚上，尸体全部化成白骨。早上，韩正元让手下把小区里所有男人都召集起来，在车库集合，然后给了他们一个任务，把这里所有车的油箱拆下来。哥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那小子的乌龟壳不是很硬吗？我倒想看看能不能扛得住爆炸的威力。另一边的王不凡也得知了韩正元一行人昨晚现身，正因如此，他昨天才未去找冯丽丽和赵继虎。韩正元等人的凶残行径令他反感，他们将男女划分，残忍杀害1000多妇孺，把人赶进酸雨，任其被腐蚀成白骨。况且韩正元持枪，其团队人多且都有武器，王不凡为了安全决定逐个击破。行动前，他来到地下室，7个实验品状态不同，孙代等7人中已死4人，死因都是身体构造变异，24小时后身体恢复，变形部位就会爆开。不过只要还有一口气，用异空间做手术治疗是完全不成问题的。他收走4具尸体，留下3个活人继续实验，接着调出监控，就看到韩正元一行人把11个油箱搬进地下室通道，沿途倾倒汽油，准备远程引爆。韩正元扔出烟头，瞬间汽油被点燃，如同一条火龙似的，向着那11只油箱的方向就烧了过去。韩正元引爆汽油后拔腿就跑，这时王不凡手里拿着灭火器从地下室的门口冲了出来，白色泡沫喷出中，燃烧的汽油立刻就被熄灭了。还没有等韩正元下达命令，只见王不凡挥动着双手，咻咻咻，一只油箱就砸了过来，哐哐哐，油箱砸到地上，汽油也跟着乱洒。他微微一笑，掏枪就这立刻引燃了洒在地上，然后砰一声巨响，油箱炸了，而这引发了连锁反应，砰砰砰，油箱一个接着一个子爆，在车库中引发了大爆炸，一时之间热浪滚涌，让人火辣辣的生疼。
王不凡却完全不受影响，他把空间之门贴着通道开启，冲击波袭来自然被吸收进入异空间，无法对他造成一丝威胁。王不凡，哪位？我是韩正元，我们谈谈。行啊，谈谈。你跟着我，我让你当二把手，怎么样？或者我们较量一下，你要是赢了我，你就是老大。好，你来我这里，我和你1对1。单挑的地点当然得由我来定，总不能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吧？好啊，你决定地点，我决定时间，今天晚上我来找你。王不凡，我可是很有诚意的。现在这世道乱了，有实力的人可以获得一切，你一个人能够压着我们这么多人，我可是非常欣赏你。呵呵，我也很欣赏你，不过我更欣赏你的脑袋。我用10香水、10斤水果、10斤肉、100斤大米悬赏韩正元的人头，谁要是可以拿来，奖励立刻奉上。韩正元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下去，这是明显要用利益让自己的队伍从内部瓦解。别的不说，队伍里的2把手跑龙妖就对自己的位置虎视眈眈，如果没有利益冲突还好，武辉也不会和他翻脸。可如果是10香水还有一堆其他物资呢？韩正元真想骂娘。王不凡明明只说了一句话，却在他们的队伍中制造了一道不可修复的裂隙，这是赤裸裸的阳谋。王不凡，你特么想玩，老子玩死你！算了，不陪你们浪费口水了，我要回去吃饭了。哦，还有6个美女正等着我去宠幸，各位失陪了。这时韩正元的2把手跑龙妖的嘴角不禁勾起了一抹冷笑。韩正元指挥失策，这自然会极大的打击他的形象和威望，那么他想要夺权的难度自然就大降了。一旦确定了王不凡悬赏的含金量，他就可以暗中联合其他人，把韩正元推下大哥的宝座。韩正元等人回到了10号楼，就因为对付王不凡，结果现在却面临着内乱的危险。老大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他杀了我们3个兄弟，耗子、3炮也快不行了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会算了，那王不凡也只是一个人而已。那家伙把别墅改造的火烧不清，暴力不坏，那么我们找到他家的排气口，往里面灌烟，我不信他还能在里面待得住。跑龙妖，你带几个兄弟去找出别墅的通风口，然后拿根管子接上去，给他通通气。跑龙妖一愣，通风口肯定在室外，白天要顶着高温甚至杀死人的射线，晚上还有酸雨，哪不是一样危险无比？韩正元脸上带着笑容，心中则是冷笑，看来他需要换一个二当家了。去找这个小区的人，让他们干好了。行，我这就去办。跑龙妖带着兄弟开始生火灌烟，本以为能让王不凡投降，可等了10几分钟，他别墅的门没开，却看到他和6个女人在别墅3楼阳台悠闲的摆碗准备吃饭，一点都不像是被烟困扰的样子，这让韩正元等人十分震惊。王不凡走到了窗边，手里还是拿着一杯可乐，喝了一口，他把窗打开一丝缝，然后道：没想到啊，你们还挺团结的，现在还没有把韩正元崩了。我这里那么多吃的喝的，看来只能我自己享受了。跑龙妖明显露出了异动之色，把韩正元弄死，他就可以上位当老大，而且还可以用韩正元的尸体换取好处，可说是一举两得。他不由把手摸向了枪，就在这时，一声枪响，韩正元冷冷地看着跑龙妖，而跑龙妖则是瞳孔迅速涣散，他的额头上赫然有一个血窟窿，非要找死。边上几个小弟都是噤若寒蝉，他们哪会想到老大和老二会突然窝里斗，这时他们可不敢有一丝丝的反抗之心。韩正元虽然解决了跑龙妖，脸上一副从容的模样，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，可内心之中却是郁闷的一笔。一个小区中的普通业主，居然把别墅改造得这么坚固，甚至还有枪，这特么不是在开玩笑吗？他一挥手让手下撤退。此时的王不凡在心中也有了灭掉韩正元一行人的计划。凌晨1点多，王不凡出动，他通过瞬移来到8号别墅车库，借助夜视仪，悄无声息地解决了10号楼楼梯口的2个哨位，并收走尸体。进入楼内，他逐层搜索，直至爬上32层，终于找到了韩正元和冯丽丽。他打开了强光手电，照在韩正元的脸上。谁？王不凡，王不凡，你还真是胆大包天，居然敢摸到这里来，你不怕死吗？你弄得死我吗？枪在我手里，你除了求饶又能做什么？你确定这把枪可以用吗？枪响了，但是看着枪管子里喷出来的彩弹，韩正元脸上充满了见鬼般的表情。你什么时候把我的枪调包的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王不凡微微一笑，手对着韩正元一指，空间之门直接对他脸上咻咻咻，4支箭凭空射出，分别射在他的4肢上，鲜血飞溅之中，韩正元也发出了惨叫。不要杀我，求你不要杀我！王不凡放出一颗子弹，冯丽丽顿时眉心中了一弹，仰头就倒。末世第16天，小区众人得知韩正元等人已死，又惊又喜。大家好奇是谁杀死了这帮歹徒。这时有个叫吴墨风的谎称自己是杀死韩正元等人的白眉大侠，还提出拿韩正元的尸体去王不凡那凌晨。他看到小区业主抬着韩正元的尸体来要奖赏，通过监控与他们对话。人是你杀的？当然。韩正元是被4根箭射穿了4肢，你会射箭？我当然会了。行，你把弓箭拿来，对着尸体再来上几箭，我就给你对奖。王不凡，你是不是想要赖账？箭我用完了，弓箭也被扔了，复现不了。
这做人啊，一定要有最基本的良心，不能被狗吃了。你们过来冒领奖励，岂不是对真正的英雄的伤害？别忘了，你们昨天还被关着，特么的，一群男人不知道反抗，一群女人则是沦为鸡，现在被解救了，也不感谢一下人家，就跑过来冒领不属于你们的东西，真他妈不是东西。吴莫风没能拿到奖赏，心怀不轨的他拉上一票男人商量后，回来宣布让所有女人仍住在10号楼，且不许关门，美其名曰资源共享，实际上是想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又让其他人出去寻找资源。小区再次陷入混乱。王不凡为了满足八卦，昨天在10号洞行动的时候，也在许多房间放下了窃听器，在无聊的时候听一听。突然他露出讶然之色，吴莫风居然死了。他没有韩正元和孙代的狠劲，跟着他也不会得到物资，手下的人根本没有理由再听从他的话，被4个人勒死了。可这4人却也没有当上老大，男人们四分五裂，又变成了8个势力。王不凡坐在阳台上看着外面，被了关太久，就会想要出去浪一浪。正考虑今晚要不要出去时，手机传来了报警声。他打开手机看了下，只见地下室的门口站着一个男人，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。谁？干什么？我叫黄宪，有重要的消息。说详细一点，我没时间浪费在你的身上。我以前是政府工程的承包商，负责修建了一处地下庇护所。听到庇护所的消息，王不凡打开了门。王不凡用手机遥控打开了门，让黄宪进去。他打开冰箱，取出一罐可乐，却没有丢给黄宪，而是放在了茶几上。黄宪连连吞咽着口水，却不敢硬抢。先说庇护所的事情。政府在5年前就立项，悄悄地开始修建地下庇护所，是为了万一爆发 S3 战争准备的。所以庇护所建在地下60米处，可以有效地防止核爆。详细描述一下。黄宪咂着嘴，目光盯着那罐冰镇可乐。王不凡笑了笑，把可乐推了过去。黄宪这才敢拿起，连忙打开，咕嘟咕嘟的狂饮起来。彻底解渴后，介绍起了庇护所的情况。庇护所最高的容纳人数为1000人，而休闲区则还包括网球场、游泳池等。养殖区里有鸡、牛、羊、猪等，粪便会用来给种植园的植物施肥，而这些植物又能给养殖区的家畜家禽提供一部分的草料。里面当然有发电机，还有足够维持整个庇护所运行半年的能源，再加上其他的物资储备。如果只是住进去10几20人，食物和净水是完全可以支撑几十年的。设计这座庇护所的时候，也压根没想让人一直生活在那里面。正常来说，哪怕发生了核爆，那半年时间也足够散发掉绝大部分的核辐射。现代化设备自然正常使用，让庇护所内的人离开，重建家园。这个庇护所原本是打算在5月9号交付的，结果天灾突然就来了，现在庇护所肯定空无一人，我们只要去了，那庇护所就是我们的了。这个庇护所又不是只有你知道，说不定现在已经被人占了。不可能，我是这个项目的承包商，既然工程还没有正式交付，那进入庇护所的权限就还在我的手里。不瞒你说，去庇护所要乘坐电梯，而要进电梯就先要打开门，而打开门的钥匙在我手里。你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带你过去。你有什么条件？第一，我需要在庇护所拥有一套房子，而且是甲级的。第二，我还要女人，美女，你得负责给我弄一个。我不会打你现在身边几个女人的主意，但你必须至少给我弄一个。还有，以后如果有投奔庇护所的女人，我们得共享。我给你一个选择，你告诉我庇护所的位置，我确认的真实存在之后，你把钥匙给我，我给一定数量的物资。不行，那就算了，请吧。王不凡，你再考虑一下，那可是庇护所啊。想通了就过来跟我谈谈，否则你就在这里热死饿死渴死吧。黄宪被推出了门，兀自一脸的不可思议。但庇护所对于王不凡来说，也就是消除了潜在的一丢丢风险而已，再多一点娱乐项目。更何况他搬空了2级的冰山，极热末日有了冰块就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了。既然黄宪想跟他耗，那就耗着。一夜过去，末世第18天，当太阳快要升起时，只见一辆学校的巴士猛地冲进了小区，踩着油门向着地下车库的入口撞了过去。砰！因为车库限高，巴士车可开不进去，径直撞了上去。因为强大的冲击力，车头都是卡进车库一节。车上的人连忙从车头撞坏的玻璃窗爬了出去，一一进入了车库。王不凡迷迷糊糊醒来，看见隔壁阳台上居然出现了人。隔壁不止一个人，还有2个老外，一男一女，男的40来岁的样子，因为赤着上身，可以看到胸前、手臂上全是毛，还有一个洋妞30岁不到些，一头金发呈波浪状，长相是标准的欧美范。其他人都是中国人，2个女的，3个男的。王不凡，因为隔了2道窗，而且王不凡这边的窗隔音超好，他其实听不到对方的叫声，而是只能看到表情和嘴巴的张动。你是王不凡？傅林，哈哈，真是你！真没想到我们居然会在这样的场合下相见。傅林，他是谁？他叫王不凡，是我高中同学，这是我老婆叫徐玉，我们都是利物浦外国语中学的老师。对了，这是我大姨子，也是我们学校的校长，叫徐倩。
这是我们学校的学生，也是高家的二公子高世海、高少，高氏集团的那个高家。那个王不凡，你有没有吃的？给我们吃点呗，我们都一夜没有吃喝了。你们是从学校过来的？天灾开始后，我们就待在学校的食堂里。虽然高少联系了家里，高总派出一队人来学校接我们，但路上太难走了，一直没有等到救援。昨天学校里突然来了一伙歹徒，居然还有枪要冲进食堂来。我们趁着半夜逃了出去，还抢到了一把枪，结果开到这附近，太阳就要升起来了，我们只好拐进来避一下阳光。王不凡，你给我们弄点吃的喝的，放心，我们会用高价收的。王不凡看着傅林想起读书的时候，他的眼里就只有权贵。王不凡这种普通人家的小孩当然是被他直接忽略。而大学毕业后，他也极力舔贵徐玉，不但成功娶到了她，还通过徐倩的关系进学校当了老师。因为是私立学校，他的月收入达到了2万多，虽然比老婆3万多的月收少了一些，但一家月入5万，放在国内可是相当好了。他在校友群里唯一会干的事情就是炫富，哪怕末世降临，他也在继续舔着老婆、大姨子，还有高世海这个富二代，希望可以借助他们的人脉关系，让自己重新过上好日子。老同学，你既然知道末世来了，而且2次遭到袭击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团糟，你眼中曾经的权贵已经跌落进泥淖之中，钱有个屁用！王不凡，别说这些，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你现在给我们食物和水，以后高少的人过来接我们，我们可以将你一起带上。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高少，我们现在毕竟没吃的喝的，算是有求于人，而且以高家的财大气粗，哪怕多养一个人都没有关系。关键是不能让你在这时渴着饿着，不是吗？行吧，只要这几天把我伺候好了，我就带他回家里。王不凡，正因为现在这时局太乱，我们才需要抱紧大腿啊！你在这里只能苟且一时，只有去了高家，你才能一直活下去，直到国家派来救援。食物和水我还真有，不过我只对美女有兴趣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快去拿吃的喝的来，我又饿又渴。老同学，高少都发怒了，你赶紧去拿食物和水来，并给高少赔个不是。得跪下来，我可不习惯跟人平视说话。我欢迎美女和我做交易，玩一次给1块面包和1瓶水。你特么的！高世海歇斯底里的叫了，跟个疯子似的。傅林在旁边则是尴尬死了。他认出王不凡后，本以为可以在高世海和自己老婆面前露脸，只要能够从王不凡手里要到吃的喝的，他当然脸上有光。可王不凡不卖他面子，高世海更是将他当成了狗。他当然脸上火辣辣的生疼，他不敢恨高世海他们，而是暗骂他不识抬举，让他丢脸下不了台。不凡，吃饭了。你是于初桐嫂子？你是高家老二？没错，我是高世海嫂子。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？末世前于家的实力可不弱于高家，甚至还要稍强一些。两家结成了联姻后，于初桐便是下嫁给他的哥哥高凌天。虽然两人只是订婚还没有结婚，但高世海也得管于初桐叫嫂子。可现在于初桐居然出现在一个男人的屋子里，高世海立刻目露凶光。高世海看着于初桐，虽然知道哥哥和于初桐是因为家族利益而联姻，不用去谈什么感情，私底下更可以个玩个的，但已经被他发现了，就像是在打高家的脸。你特么敢给我们高家戴绿帽子！我和你哥哥并没有结婚，你别叫我嫂子。而且现在发生了天灾，曾经的婚约自然作废，从此各过各的。嫂子，你和我哥的婚姻可是由我们两家共同宣布的，别说海都市了，就是放眼全国，也有不少人知道你现在悔婚，这不是在打我们高家的脸。你不下来吃饭吗？帮我拿上来。柳晴他们要是没吃的话，让他们都到楼上来吃。不一会，柳晴他们便带着早饭上来了，7人围坐在桌边，开始吃了起来。早餐十分丰盛，饺子、馄饨、面条、豆浆等等。这看得傅林几人完全惊呆了。他们虽然躲在食堂里，可吃的东西当然一天比一天简单，尤其是断电之后，食物坏得飞快，他们只能啃馒头这种不易坏的食物。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肉了，现在看到这么丰盛的一桌菜，甚至面条、馄饨之类还在冒着热气，让他们不由得咽起口水来。林晚秋等人好奇问起是怎么回事，王不凡便把这些人的身份简单的说了一下。得知傅林还是王不凡的高中同学时，六女不由感慨起这个世界之小。你这个同学是标准的舔狗，舔老婆，舔上司，连学生都舔。读书时我就不喜欢他，因为我不爱做作业，他老是举报我，害我经常被老师批评。家里是不是又要添人了？那3个女人还没有资格住进来，顶多就是玩玩。我们来赌，他们3个谁会第一个来找王不凡，怎么样？赌什么？谁猜中了就可以独享王不凡1天。行。柳晴、李小璐都选杨妞会第一个过来，因为杨妞开放了。林晚秋、宋清宇、程雅选徐倩，他们认为这女人不过30岁就当上一所学校的校长，如果背后没有一个男人挺她，她何德何能可以坐上这个位置？只有于初桐选了徐玉。此时的隔壁高世海暴跳如雷，向他的保镖赵富国说道：你给我去隔壁崩了那个混蛋！第一，唯一的子弹花在此人的身上是否值得？第二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小区里的人那么穷凶极恶，
为什么没把王不凡打劫了呢？他有那么多的物资，而且一个屋子里居然有6个美女，换了谁能不觊觎？可他还是好端端的，这不诡异吗？傅林，你这个同学到底是什么人？家境普通，学习成绩也很普通。如果不是命好，生在海都市，他连考上本科都够呛。你们锁好门，我去打听打听，去就回。半个小时都不到，赵伯父就回来了。他把打探到的情况说了出来，众人都仿佛在听故事似的，尤其是傅林，满脸的不敢相信，整个人都呆掉了。整个小区的物资也极度匮乏，所有人都得晚上出去寻找食物，不然就得饿肚子，也喝不到水。唯一拥有大量物资的，只有王不凡一个人。这时一道念头划过徐家姐妹和杨妞的脑海，他们倒是可以从王不凡那里得到食物和水，虽然会有一些代价，但他们不认为那叫卖身，而是各取所需。这时的王不凡吃过了早饭，就打起游戏来，正打得起劲，手机却传来了报警声。他拿起一看，只见地下室门口正站着一个人。他来到地下室，将门打开。王不凡，那个……咦，这里好凉快。有事？王不凡，你是不是不知道高家有多么恐怖？人家可是拥有一个市值达到几百亿的公司，拥有这样一个庞然大物，高家的能量之大，绝对超乎你的想象。然后呢？还什么然后？你赶紧向高少去道歉，他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，不要说我是在欺负你，相反，我是在救你的命啊！你看起来聪明，其实是个蠢货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居然还想着拍一个富二代的马屁？傅林看着王不凡，心中生恼，顿时恶向胆边生。他既然已经进了屋子，而且面前也只有他一个人，那拿下王不凡后，这别墅岂不是归他所有？他身高178，也经常锻炼，有8块腹肌的，难道还打不赢？啪！傅林突然挨了一巴掌，让他一惊又一怒。老同学，你的眼神不对啊！不要打了，我错了。你想做狗是你的事情，别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愿意当狗。是。行，你可以滚了。凡哥，你让我留下来，以后我就给你当狗。你让我吃屎，我绝不喝尿。连你老婆都没有资格住进来，更何况你。滚！傅林愤愤不平，回到隔壁，鬼鬼祟祟地把赵国富拉到一边，想跟他合作一起把别墅抢下来。但赵富国冷笑着，心想王不凡在这个小区其实很高调了，人人都知道他有大量物资，可结果呢？这里的人都宁可跑出去冒险寻找物资，却不去打王不凡的主意。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吗？赵伯父没有再理会他，径自出门。没一会他就回来了，居然还带回了吃的喝的。哪来的？用枪逼小区里的人交出来的。就这么点？我也不能把他们的食物全部抢了，不然他们要是饿死了，还怎么出去找食物呢？不能何责而渔。徐家姐妹、杨妞等都是点头表示同意，可高诗海却还在骂骂咧咧，说小区里的人那么多，死一批就死一批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赵国富的眼中闪过一道凶光，但还是忍了下去。他现在还有一线希望，就是高家会派人过来把高诗海接回去，那么他也可以沾点光。否则的话，他干嘛要养着这些废物呢？顶多就是养这3个女人，让他偶尔可以爽爽。吃完，徐家姐妹上了2楼卧室，两人进了卧室，徐玉的肚子又立马叫了起来。刚才傅林将他吃剩下一半，特意留起来等过会再吃的食物给了高诗海，气得他离开了座位。姐，我们会不会饿死？不会。徐倩便在徐玉的耳边说了一句话，徐玉不由惊呼：不行！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有什么好顾虑？3从4德，这都是什么时代的东西？就现在这条件，哪怕我们还在学校，高家的人都不一定能够找得过来，更何况我们还逃到了这里，又没办法进行联系，高家的人找得到我们吗？现在赵国富还肯跟我们分享食物，但再过2天，他肯定会滋生别的想法。徐玉不由失魂落魄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走。徐倩将妹妹拉了起来，徐玉虽然没有说话，但也没有反抗，任姐姐拉着走。两女来到1楼，径直就去了地下室。两女去了地下室，赵国富正在用刀削着一根椅子腿，只有1枚子弹了，他得准备一些其他的武器。不过当两女的身影消失时，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，然后瞥了一下傅林，笑容更盛。徐家姐妹摸黑而行，很快就来到了隔壁的地下室门口。砰砰砰，徐倩用力拍门，过了几秒，铁门打开，徐倩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，然后一把拉住还驻足不动的妹妹，两人就一起进了地下室。好凉快，安吉儿。只见杨妞有些尴尬地站在那，对着他们笑了笑。几个小时之后，徐玉3人回到了隔壁，从地下室摸上来，又来到了1楼。一上去，傅林就堵住了自己老婆。看到徐玉头发好像洗过，还有衣服也换了，不由恶向胆边生，右手就扬了起来。特么的，徐玉，你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！傅林想给徐玉一巴掌，没想到徐玉却先甩了他一记耳光。这时徐倩走了过来，说道：从现在开始，我妹妹和你各走各的，从此再没有关系。你不是好奇吗？我不妨实话告诉你，刚才我们3个都去找了王不凡。傅林都听得呆掉了，他确实是个马屁精，为了上进，他完全不要脸面，对谁都能舔，但再怎么没骨气的人，内心中总有那么一片逆鳞是不能触碰的。他伸手就向着老婆掐了过去，见妹妹被掐得满脸通红，
徐倩和杨妞连忙上前帮忙，可傅林却出离了愤怒，连出2拳，将大姨子和杨妞打退，然后重新去掐徐玉的脖子。男老外看到自己老婆被打，他骂了一声放，拎着拳头对傅林就是一拳。傅林冲着男老外一边说，一边指着安吉尔：“王不凡 ，play you woman。”男老外叫罗伯特，见杨妞不敢回答，拎着拳头就要向老婆打过去。可他突然只觉胸口一痛，低头看，只见一截锋利的木棍竟是透体而出，然后木棍又被拔了走。赵国富毫不留情的又是一棍子捅了出去，将傅林的太阳穴刺了个对穿。傅林根本没有一点反应，瞳孔便已经开始涣散。高诗海吓得跳脚，徐玉三女也不由得搂成一团，瑟瑟发抖。放心，我不会杀你们。下次去王不凡那的时候，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向他说一下。赵国富擦干净棍子后，他就把傅林和罗伯特的尸体搬了出去，丢到了门外。晚上一场酸雨落下，尸体就成白骨了。徐玉三女连忙上楼，把门一关，这才心中稍定。高诗海噤若寒蝉，连大气也不敢喘。赵国富处理完尸体，往椅子里一坐，向高诗海道：“高少，你家里的人什么时候可以过来？”我不知道。这个回答让我不是满意啊。不瞒你说，刚才杀了2个人后，我突然想通了好多事。你说现在末日都降临了，你高家的权势还会管用吗？不等高诗海回答，他就自己说道：“我觉得没啥用了，毕竟受不到保护的财富就如同小孩抱着金砖，随随便便就会被人抢了。你最好祈祷你家里人在3天内找过来，否则我可不想在这样的末世中还养着一个废物。”说罢，他就从地下室走了出去。既然王不凡对统治小区没兴趣，他也不再犹豫。这一天，8个势力的头被赵国富一个个杀死。他手里有枪，又足够凶残，自然而然就成了小区新的首领。徐玉三女连忙跑到王不凡家的地下室门口，用力拍个不停。王不凡正准备吃晚饭，看到徐玉三女一起过来，便去了地下室，将3女放了进来。毕竟这3女对他来说还算新鲜。王不凡，让我们住在这吧，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你们受什么刺激了？徐倩连忙把之前赵国富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，也没忘赵国富嘱咐他们的话。在赵国富看来，他帮自己保下了徐玉三女，也解决了傅林和老外，自然是卖了一个人情给自己。但王不凡心想，就算赵国富拿3女威胁他，也没用，玩了而已的交易对象。住在这是不可能的。不过你们也放心好了，赵国富不会动你们，甚至他也会约束手下，不会对你们怎么样。王不凡给了他们一些吃的，便将他们打发了出去。吃了晚饭后，王不凡来到1楼，进入地面车库，打开车库门后，他伸手一按，面前就多了一辆摩托车，又在一空间中改造了一件衣服，中间是隔层，可以置入冰块，那么冰块缓慢融化，自然就能吸走他身上的热量了。王不凡在家里憋了半个多月，也该出去走一走了。他骑上摩托，轰风，引擎开始咆哮，然后摩托车就冲了出去。车库门在他的身后迅速合上，再将空间之门贴着头顶开启。哪怕车速上来后，酸雨会向着他飘过来，但限于角度，却根本碰不到他。10几分钟后，王不凡就来到了加油站。虽然他零元购了大量能源，但之前是基于只供应别墅的发电机而准备的，而且零元购加油站的难度可要比超市、大卖场大得多。如果他真要去黄县所说的庇护所，那一空间的能源是不够的。他停下摩托车，还没有收油呢，便见加油站附属商店的门打开了，一个男人拎着2把刀走了出来。把车留下，然后滚。作为这里的员工，你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？不怕我投诉你吗？你特么在耍我？说你是咋过来的？你不是看到了吗？骑摩托车来的。废话，我当年看到你是骑摩托车过来的。我试问，外面明明下着酸雨，你是咋不让酸雨滴在身上呢？我骑的是摩托车，又不是汽车，怎么挡酸雨？不妨告诉你，我有特异功能，不怕酸雨。你特么在骗我！然后他瞬间凭空消失。王不凡摇摇头，来到加油站的储油区域，直接将油罐收走。92、95、98号汽车各半罐多，柴油则是1罐，应该是灾变前刚刚加满。王不凡把壮汉的尸体丢进储油区，然后进了商店。进去之后，他就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女人，双手双脚都被绑着，长相还行，勉强够到70分，身材也一般般，不但有些下垂，而且小腹上还有赘肉，显然缺乏身材管理。只是这女人看着有些眼熟。王不凡随手从货架上拿起一把剪刀走过去，正当他吓得脸都白了的时候，王不凡用剪刀一剪，女人的束缚就被他剪断了。他重新将目光放到女人身上，倒不是对她感兴趣，就是感觉有些眼熟。那人呢？刚才出去的那人呢？那人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好吧，我太倒霉了。天灾发生的时候刚好来这里加油，结果就被困在这里。刚开始还好，大家还很客气，可过了几天就……你是葛琦？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我叫王不凡，王建国的儿子。王不凡，王建国。1年半前，江淮大盗。你是王建国的儿子？1年半前，他父母因为交通事故双双离世，而制造这起车祸的便是面前这个女人。只是1年前这女人打扮时髦，脸上一副高傲的表情，跟现在这邋遢模样可完全不同。
所以王不凡一开始只是觉得对方脸熟，却没能认得出来。但王不凡深深地记得这女人满脸不在乎的表情，似乎撞死2个人也没什么，毫无忏悔之意。而在面对王不凡的指责时，他都没说一句对不起，只是让保险公司跟王不凡谈。葛琦当时只是闯了红灯，才酿成了意外，最终以对方赔钱了事，而且基本走的还是保险，他几乎都没有自掏腰包。王不凡万万没想到，这世界太小了，他居然遇见了杀父杀母的仇人。葛琦不由得瑟瑟发抖。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，我可以补偿你。原谅你是我爸妈的事情，我要做的就是送你去见我爸妈。不要，我跟你说实话，那天开车的不是我，我只是替人顶包的。呵呵，为了活命，你还真是信口雌黄。真的，那人叫吴泽涛，他喝了酒，我没有，所以发生事故后，他第一时间就跑了，我真的是为他顶包的。他是你老公？不是，他是我上司。出事那天，吴泽涛喝了不少酒，而当时说，当时我正在给他变魔术，结果就出事了。事发之后，吴泽涛就让我顶包，因为车是我的，他威胁我，如果我不给他顶包的话，我们2人的关系就会曝光，我不但会丢了工作，而且老公也会跟我离婚，我是被逼的，实在没办法。吴泽涛住在哪？9龙花园8栋808。说罢，王不凡一枪打死了葛琦。王不凡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只觉念头都通达了许多。父母的亡故于他来说一直是宠爱，可现在葛琦却说，那可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故事，而是酒驾，甚至是一对男女在车上偷情造成的。让他的遗憾对于父母的思念全部化为愤怒和杀意。他毫不犹豫地骑上摩托车，轰，引擎发动，发出巨大的声音。也正如他此时的心情一样，在咆哮着，摩托车窜了出去，犹若一道闪电在漆黑的城市中穿梭着。半小时之后，王不凡来到了9龙花园，他早早就把摩托车收了起来。如此一来，悄无声息，他直接从地下车库进入。刚刚进入车库，他就听到了连绵起伏的打呼声。一看车库里睡了好多人，许多人都把床给搬了下来，有的人直接打地铺。王不凡悄然行动，随便选了个人，将右手往对方身上一按，一空间包裹过去，对方就消失了。王不凡进了一个单元门，来到1楼，找了个房间进去，然后他把那人丢了出去，从1米多高的地方摔到地板上，还是让他疼醒了过来。忽然，一道强光就射到了他的脸上，差点让他的眼睛都亮瞎了。我问你答明白没有？我们不是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了？你们居然还半夜偷袭，这是又想开战吗？王不凡一听就知道这个小区也陷入了争权夺利的乱斗之中，他懒得废话，直接送他一发子弹。我问你答明白没有？明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郑俊。你们小区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我们小区现在分成2派，一派以曹飞扬为首，另一派就是以我们吴泽涛吴老大为首。前些时日我们两边为了女人和食物打得不可开交，现在达成了停火协议，各分一半区域，绝不会进入另一边的地盘。你们有枪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们要有枪的话，早就把曹飞扬他们打成孙子了。想要吗？去把吴泽涛叫过来，这瓶水就是你的了。郑俊不由得吞咽起了口水，于是他黑灯瞎火地摸了回去，王不凡也跟在后面。老大，刚才有个人把我掳走了，还把我打伤了。你特么是在做梦？王不凡来到了吴泽涛的身边，伸手一按，便原地消失了。最后再送郑俊一颗子弹便已离去，来到了一座楼2楼的房间里，然后他把吴泽涛丢了出来。王不凡取出手电筒，调成了散射模式，整个屋子顿时一片通明。吴泽涛自然发现自己不在地下车库，而面前则是站着一个陌生的男人。你是谁？王不凡面无表情，只是一刀捅了过去。王不凡拔刀再捅，连捅了7刀之后，他才悠悠道：只有我问你的份，没有你问我的资格，懂了吗？有话好好说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认识葛琦吗？认识，他是我的下属。前年11月份，你是不是酒后驾驶撞死了一对夫妇，还让葛琦让你顶包了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啊，我说，确实撞死了2个人，因为当时我喝了酒，撞死人是要入刑的，只好让葛琦帮我顶包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说出被你撞死的2个人叫什么，我就不杀你。吴泽涛完全不记得2名受害的名字，于是王不凡对着吴泽涛一刀砍过去。吴泽涛伸手一触，王不凡一个眼神便将吴泽涛收进了一空间，使他身上的伤不翼而飞了。反复折磨了吴泽涛4个小时之后，王不凡才终于把他杀了。1个小时之后，他回到自己别墅，满是疲惫的躺下了。他梦到了父母，自己则回到了小时候，享受着父母的疼爱。可一辆车撞过来，却毁掉了这幸福的一家。王不凡猛地惊醒，已是泪流满面。吴泽涛、葛琦都死了，但父母却永远回不来了。王不凡重新躺了下去，再次醒来已经是第2天早上9点半了。王不凡看向隔壁，只见一个男人正站在阳台的窗边，对着他做起了手势。他便走了过去，把窗户打开。王不凡，终于和你说上话了。有事吗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只是有些话得和你说清楚。请。我把这个小区接手了，现在所有人都归我管。不过，毕竟你是地主，
我怎么也得和你通个气，知会一声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会约束手下，这3间别墅为禁区，不会踏足一步。王不凡，你很神秘，也很神奇，我不想与你为敌，希望我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，和睦相处。我这个人最爱好和平了。那最好了，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来找我。赵国富笑道，便把窗户关上，转身离去。王不凡得意一笑，这时手机却突然传出了报警声，他拿起来一看，在地下室门口站着的正是黄宪。他来到地下室，把黄宪放了进来。王不凡，我可以不要庇护所的房间，不过你这套别墅得留给我，而且物资也要全部留下来。你先把庇护所的位置告诉我，我得去确认真伪，然后在我决定搬过去的时候，你把钥匙给我，我把别墅给你。行，我把位置告诉你。黄宪觉得他没有钥匙根本进不了庇护所，但他却不知道王不凡能够瞬移，所以穿过5米厚的墙，只要知道庇护所的位置，进去并不难。知道了庇护所的位置后，黄宪就被王不凡赶出了别墅。王不凡回到阳台上沉思，之前他就想有一种探查能力，而昨天晚上在找吴泽涛的时候，这种需求就更加迫切了。接下来他要去庇护所，如果能够拥有探查能力的话，无疑会更加安全，也可以节省许多功夫。想了好久之后，他有了一个方向，如果可以把异空间中的一部分投放出来，那么在这个区域之中，他就可以做到无所不查。王不凡先在异空间中切出一块1000立方的空间，然后再切3块等量大小的区域，将碎点融合，再投放到指定区域。他把这个区域投放在隔壁，这个异空间区域在短短 0.01 秒内就消失不见，重新回到了异空间中。但是这点时间终于让王不凡得以捕捉。王不凡不但清楚地看到了杨妞的一切细节，不只是透视衣服，甚至是身体内部都能看到。到晚上吃饭，王不凡看了眼6女，笑道：跟你们玩个游戏，你们都去取一样东西，用布包起来了，看我能不能猜出里面藏的是什么。猜对了怎么样？猜错了又怎么样？要是猜错的话，你得陪我睡一个晚上。行。6女各回各屋去做准备了。几分钟后，他们再次来到阳台。王不凡看到他们手中的东西，一个个的纸、玻璃杯、钥匙扣、手机。宋青允6女的嘴都变成了 O 型，双眼中也充满了不可思议。怎么做到的？快说，快说！秘密，这是秘密。王不凡与6女玩了一会后，让6女回了他们的房间，然后锁门，来到了地面车库。从昨天开始，王不凡就发现酸雨小了许多，一旦雨完全停下，那所有人都可以出来了。趁酸雨还在下，王不凡决定去庇护所看一看。他取出摩托车，随着引擎的咆哮声传出，他也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飞逝而去。1个多小时后，王不凡下了高架，来到一个极大的公园门口。王不凡看到这个公园还处于封闭状态，挂着的牌子是内部正在搞维护，暂不对外开放。全球极热末日前，我在筹备前往庇护所时，从葛七口中得知父母死于吴泽涛酒后驾车肇事逃逸。我利用异空间能力突袭吴泽涛，又利用新能力探查庇护所，而没想到黄宪的算计以及酸雨停滞后，末世即将迎来新的局面。王不凡收起摩托车，进入电梯，在地下车库的显示屏上输入黄宪给的密码后，电梯越过负1楼，直达不存在于按键上的负2楼。走出电梯，小房间的门锁住了通往庇护所的路。他用空间雷达扫描，瞬移到墙后，眼前出现巨大空间，节能灯照亮区域，这里竟是一片地下别墅区。我开个1000人后宫团，呵呵，开玩笑。我的体能哪怕是人类的巅峰，但毕竟也不是铁妖金肾，1000个真太多了。不过有了这么一个庇护所，我是不是可以考虑生一堆孩子了？王不凡又去了第2层，这里是休闲区，一个巨大的游泳池就映入眼帘，一望碧水看的人就心里舒服。另外还有网球场、羽毛球场、乒乓球台也有若干张，健身跑道、健身器材，还有一个小型的电影院。他继续去第3层，这里养着大量的家畜家禽，但并不臭，因为每个区域都用玻璃罩隔开着，还有空气净化系统。第4层是种植园，少量的果树，一大片金色麦田，还是立体式的，一共有9层，充分利用了空间。另外就是蔬菜地了。第5层是整个庇护所最重要的地方，人工智能的机房就在此处，储备的能源也在这里，所以这既是整个庇护所的大脑，也是心脏。王不凡要做的就是获取人工智能的控制权。10分钟后，他录入指纹、密码、声音和面部。欢迎您的到来，主人。王不凡面露高兴走出电梯，来到那扇锁着的大门之前。开启。是，主人。过了几分钟，王不凡出现在公园中，他取出摩托车，引擎发动，他把空间之门开在头顶，吸收着稀稀落落的酸雨，如闪电般奔驰在城市之中。一路经过时，发现有许多人在各个商店里搜找物资，酸雨小了，更多人敢跑出来寻找物资了，也预示着一场场战斗将不可避免。到家后便关上门，躺床上睡了起来。一夜过去，末世第21天，一大清早，黄宪就来敲门了。王不凡将他放了进来。怎么样？你昨天去找庇护所了吗？现在出去一趟，又不是以前去逛街，需要做太多的准备了，怎么可能说走就走？我真没有骗你，庇护所真有大量物资，你用这幢别墅跟我换，其实是大赚。我还没有证实庇护所的真伪，万一你骗我呢？王不凡把黄宪请了出去，
黄宪虽然不悦，但哪能匹敌王不凡的力气，自然只有被扫地出门的份。这时王不凡心想黄宪对他隐瞒电梯密码的事，他当然也不会对黄宪坦诚，心想今天晚上如果酸雨停了，我倒是挺期待你去找庇护所的。到时候发现自己的钥匙不管用，脸上又是怎样的表情呢？晚上他来到3楼的阳台，看着最后一缕阳光消失，当黑夜笼罩整个城市时，他不由一愣。没有雨声，夜风十分炎热，却诡异的没有雨点落下。酸雨一停，意味着晚上人们就敢肆无忌惮的出去。不过夜晚的气温升高了，宋青雨、程牙、李小璐认为事态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，于初桐、林晚秋、柳晴则持反对意见，认为人们可以出门后反倒会加剧杀戮，因为强大的势力现在可以肆无忌惮的出来作恶。你们还忘了一件事，不管是高温也好，酸雨也好，已经把整个生态圈破坏的支离破碎，现在的医疗条件也近乎归零了。不过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我们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。吃饭。当美味佳肴摆上来时，六女也就忘了刚才的烦恼，开开心心的吃了起来。隔壁徐玉三女看得直流口水，但看得越多越饿，她们只好回到房间赶紧睡觉。今天晚上好热，前天晚上开始就热了，只是今天更热。如果可以住在王不凡那就好了。臭男人，完了我们还不让我们睡在那里。这一夜雨停了，半夜时分，一个叫金月泽的带着一群人进入了启东城。老大，从测量的痕迹来看，学校那帮人最后是进了这个小区。抓些人问问情况。没多久，他们就抓来了2个人。大哥们，不要杀我，我跟你们混。你们知道一个叫赵国富的人吗？末世第22日，王不凡被枪声惊醒，他爬了起来，来到阳台，但什么也看不到，只能听到密集的枪声四起。见隔壁3楼的阳台上，徐玉三女都是望眼欲穿，看到王不凡的身影在玻璃后出现时，他们立刻激动的手舞足蹈，然后嘴里说着，手中则是比划着，激动无比。怎么了？你没有听到半夜的枪声还有惨叫声吗？求求你，让我们住到你那里去，无论你要对我们怎么样，我们都答应你。不用担心，要是有坏人来了，我会处理。王不凡铁石心肠，索性把窗关上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听到了3女的尖叫声。他动用空间雷达，覆盖了整个隔壁。有2个男人闯进了别墅，每个人手里都有枪。在那 0.01 秒的时间内，只见这2人脸上都带着淫笑，而徐玉三女则是尽可能的往阳台的角落里。他开启空间之门，因为已经将隔壁的情况掌握得清清楚楚。2颗子弹射出，分别射向那2个男人。2道鲜血溅闪，一个男人的后脑勺直接被捅爆，另一个男人则是手腕中枪，啪的一声，枪就掉到了地上。王不凡一个瞬移来到隔壁，然后走了过去。他走过去，先把枪收了，然后再把没死的那男人拎了起来。你们把另一具尸体处理一下，我要审一下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王不凡就提着人走了，来到自己别墅，开门进去，走正常流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严业。你们老大叫什么？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我们老大叫金月泽，他要找一个叫赵国富的人。之前是不是你们攻入一个外国语学校，逼得赵国富他们逃跑的？那你们找到赵国富了吗？没有。在王不凡的逼问下，他一五一十说得清楚。昨天他们开始寻找赵国富，但很快就把其他人惊醒，于是就爆发了战斗。他们杀了好几个人，把小区里的人都镇压住，但赵国富却趁这个机会逃走了。于是他们都是2人一组，在到处寻找赵国富。所以他们2个找到了隔壁别墅，没找到赵国富，却发现了3个美女。本来打算爽一下的话，结果还没有怎么样就一死一伤。这时金月泽带着手下来到了地下车库，金月泽手下试图撬开锁破门，却立刻发现不行。老大，这家伙的门墙都是改装过的，得用大型切割设备才能破开。去敲门。王不凡当然通过监控看到了，他把通道中的灯打开，然后通过扩音器道：让老金过来。你不敢出来吗？你特意下来找我，想说什么？赵国富在不在你这里？你跟他有仇吗？你把他交给我，小区里的女人随便你挑，甚至我可以给你2把枪。既然你已经打探过我的情况，难道不知道我不缺女人吗？我不妨告诉你，赵国富是我一定要杀的人。你如果要包庇他的话，你也会一起死。你别墅里物资再多，又能够坚持多久？你在威胁我？我劝你立刻把赵国富交给我，不然你就给他陪葬吧。王不凡笑了笑，心想赵国富啊赵国富，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天大的人情。空间之门打开，子弹扫射，噗噗噗噗，立刻一个个人身上血花溅起，有的还能发出惨叫，有的则是直接断气，死伤一片。王不凡直接一梭子子弹将金月泽送无一生还。王不凡回到别墅之内，打开阳台的窗，用喇叭道：老赵，没死的话出来收尸。全球极热末日，我通过密码和空间雷达进入地下庇护所，并掌控了人工智能。忽然觉得自己握住了末日里的半张底牌，正当准备搬去庇护所时，却陷入与赵伯父有关的势力暗网里。1个小时之后，只见赵伯父出现地下室门口。赵伯父之前对于王不凡强大的认知都来自于猜测，他认定王不凡就是杀死韩正元一行人的白眉大侠。如今王不凡帮他把金月泽一伙人全部宰了，赵伯父认为是王不凡帮了自己，对王不凡更加敬畏。
金月泽非要杀你，你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？难道你玩了他老婆？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跟着一伙人称兄道弟，金月泽就是这伙人的头。一开始只是收些保护费什么的，但后来他竟计划抢银行，我没有参与，甚至还去报了警。结果金月泽他们行动当天就被一锅端了，金月泽还因此坐了10几年的牢。出狱后他就想办法找到我，说不会就这么算的。我这个人读的书虽然不多，但是非好歹还是分得清的。我欠你一条命，你有需要的时候，我随时可以把命交给你。说罢，他转身离去。王不凡自然不会放在心上，他本来就没有想要救赵国富，只是金月泽他们非要自己找死，当然也不求赵国富会如何回报自己，转个身就把这件事丢到了脑后，准备尽快搬到庇护所去。晚上，王不凡7人正在阳台上享用晚餐，气温又比昨天高了一些。突然，数道强光出现在小区门口，王不凡看到一辆辆摩托车驶进了小区，引擎的咆哮声震天动地。另一边，这伙摩托车手很快就找到了赵国富，其中一人说道：“把高少交出来。”高家的人怎么称呼？罗平。我是赵国富，高石海确实在我这里，不过你们想要将他带走的话，得付出一些代价。你说？我需要大量的食物和水。没问题，不过我得先确认高少是否安全。赵国富就打了一个响指，没一会，高石海就被推了出来。罗平看向赵国富：“你要多少食物和水？2000斤大米或等量的食物，1000升饮用水。”你稍等。罗平走了出去，竟取出了一支卫星电话，然后就开始打电话。几分钟后，他就笑着走了回来。半个小时还不到，外面就响起了摩托车的轰鸣声。再过一会，几辆摩托车就开了起来，每一辆上面都放着袋子、箱子之类。当这些人把袋子、箱子拿下来，一打开后，一袋袋大米、一箱箱水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放人吧。高少，谢了。全部杀掉。顿时，那些摩托车手同时掏出枪，对着赵伯父众人就开始了乱射。砰砰砰，枪声沸反云天。赵伯父只觉腰间伸手摸过去，再抬起一看，手上赫然全是鲜血。只是10几秒钟而已，赵富国一边就死了几10个人。罗平一定要把赵国富给我拿下！这混蛋居然如此对我，我要让他尝尽折磨后再弄死他。不只是赵国富，还有一个混蛋王不凡。赵国富，我家2少要和你谈谈，还不滚出来！罗平向着赵国富藏身的柱子走了过去，柱子后面空空荡荡的，早就没了赵国富的影子。一滴滴血往前延伸，5名摩托车手就立刻顺着血迹追了出去。几分钟后，这群人就来到了18号别墅前面。高石海灵机一动，指着18号别墅道：“这里面有3个女人，都跟王不凡有一腿，把他们拿下，用他们来威胁王不凡。”这伙人进了18号别墅，在3楼逮到了徐玉3女。罗平把窗打开，向着隔壁喊道：“王不凡是吧？你的女人在我手里，不现身说个话吗？”他们只是我玩玩的对象，你觉得可以用他们来威胁我？你们给我骂王不凡这个混蛋，谁要是让我不满意了，我就崩了他；而谁要是让我高兴，我就把谁带回高家。那王不凡不是东西，玩了我们，还把我们丢在这，不管不问，我们当然选择跟着高少了。好，你们2个过来跪好了。还有你。I am Wang Bufan's woman. Even if I die, I will not do such disgusting things for you. 哦，你们给我剥光他的衣服，按住手脚。就在这时，小区某个角落响起了枪声，让众人都是一顿，然后枪声连响，没一会又归于寂静。罗平瞳孔猛地涣散，一颗子弹竟从后方射出，直接射穿了他的脑袋，身体则是滑倒在地，鲜血淌了一地。有人害怕的失去了理智，抬枪就射，砰砰砰，子弹乱飞，却什么都没有打中。神秘人的杀戮却没有停止，呼呼呼，阳台上一人接着一人倒了下去。很快，屋里就只剩下高石海、徐家姐妹、安吉儿。高石海突然痛哼一声，一发子弹打在他的手腕上，炸出了血花，而他也无法握得住枪，脱手掉到了地上。高石海只觉全身都是恐惧，他歇斯底里的吼道：“谁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”呵呵，你刚才不是很横的吗？你王不凡，你一定要原谅我们，我们真是被逼的。好，我原谅你们。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高石海歇斯底里的叫道。王不凡笑了笑，可还没有等2女露出惊喜之色，他们的脑门上便多了一个血窟窿，仰天而倒。王不凡也赏了高石海一发子弹，将这个富二代送走，然后搂着洋妞弹性十足、手感细腻的小蛮腰，带他往别墅走去。来到1楼时，王不凡习惯性的使用空间雷达探查外面的情况，却意外捕捉到了一个人，赵国富。他居然没死，不过这人的状态极差，小腹中了1枪，子弹还在体内，流血不止，但他却一手按着伤口，一手握着枪，正埋伏在门外。看到王不凡出来，连忙把手枪丢了出去，以示他对王不凡并无敌意。王不凡想了想，还是把赵国富拎了起来，又回到了18号别墅。他伸手按在赵国富的身上，一空间立刻包围过去，赵国富身上的2颗子弹便被取了出来。此时赵国富身体中的细胞异常活跃，甚至是不正常。
好像在向着某种古怪的方向演化。突然，罗平内部卫星电话响了起来。王不凡接通了电话，里面传来一个颇有威严的男人声音：“接回我儿子了吗？”“不好意思，罗平暂时接不了电话，恐怕以后也不行。”“你是谁？别伤害我儿子，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我都会满足你。”“我要刘子云，你可以给我弄来吗？”刘子云是国内目前大火的女明星，主演了一部超高收视率的电视剧，本身也是美的冒泡，而且据说还是不靠修图的天然美女，一下子涨粉几千万。老高显然没想到王不凡会提出这么不靠谱的要求，他哼了一声：“我可以给你物资，不管是食物还是清水，你只要开口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”“行啊，我要1亿吨牛肉。”“你先是还跟我说几句话，我得确认他的安全。除非你会鬼语，不然可没办法跟你儿子说得上话了。”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，但过了几秒之后，便听老高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好，你竟敢伤我儿子！不管你是谁，我告诉你，你死定了！”王不凡听到对面摔东西的声音，然后电话就挂掉了。他看看时间，老高即使派人过来，也应该是晚上了。他去看赵富国的情况，因为赵国富昏迷不醒，他直接把空间之门开在赵国富的胃里，把食物送了进去。仅仅半个小时，赵国富居然就把胃里的食物全部消化完了。时间来到傍晚，赵国富突然全身开始了剧烈的颤抖。赵国富睁开了双眼，他猛地坐直起来，手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小腹和腿，但疼痛已经消失了，顿时就露出了震惊之色。赵国富睁开了双眼，他猛地坐直起来，手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小腹和腿，伤口已经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腥肉。好了，他连忙去找吃的，但手放到门把手上，竟把门把手给拧了下来。赵国富一愣，隔壁王不凡吹了声口哨：“老赵。”“王不凡，又是你救了我。不过我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力气这么大？还有，我好像好饿。我到底昏迷了多久？”王不凡比出2根指头：“2个月。”“不，2天。”“我被子弹打中，2天伤就好了。”“这不是好事吗？现在你力大无穷，生存能力自然大增。”“我先去找点吃的。”赵国富的变化应该是由细胞突变引起的。那么，如果我也把自身的细胞转化成他的样子，是不是可以变得和他一样？下一刻，王不凡就进入异空间，改造开始。他将自身的细胞按照赵国富的模样进行改造。他在异空间中是神一般的存在，所以哪怕人体中有1G的细胞又如何，瞬间就完成了改造。现在的他爆发力在5吨左右，也就是可以轻易抱起一辆小汽车。就不知道24小时后是恢复容量，还是暴毙呢？过了一会，便见赵国富背着一只极大的袋子飞奔回来。“王不凡，这些东西给你。我知道这跟你2次的救命之恩比起来根本微不足道，但也是我的一片心意。”轰轰！突然，引擎的咆哮声传来，赵国富不由看向王不凡，道：“高家的尾巴。昨天老高打电话问我要他的儿子，我说他永远见不到了，好像他挺生气的。”“来得正好，我正好试试现在的实力。”来到室外后，赵国富面临的对手是高家老大高凌天，他身材修长，还戴了一副金丝眼镜，身上则是一套沙滩裤。但别看他既不高大也不魁梧，可他散发的气质便足以让普通人难以呼吸。两人一见面便对拳轰了上去，一拳拳与赵国富硬撑，却丝毫不落下风。两人每次对锋一击，都有恐怖的巨死声，震得人耳膜生疼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像赵国富这样的人居然还有。高家来了好多人，这么打下去的话，最后输的肯定是赵国富。王不凡咻的一下窜了出去，到高家一个个手下身后，空间之力包裹在拳头上，被击中的人立刻发出警惕的声音，确定是。另一边，战斗还在继续。眼见高凌天想撤退，赵国富就冲了上去，将高凌天缠斗。老赵，需要帮忙吗？需要，我一个人可吃不下这么强的对手。王不凡拿着枪缩起来，高凌天的后背就被打血花四溅，惨不忍睹。别杀我，不要杀我！赵国飞一掌下去，噗，高凌天的脑袋就碎得跟西瓜似的。王不凡用空间雷达一扫，确认了高凌天真得断气了。但为什么高凌天会比赵国富强呢？他将高凌天的尸体拎了起来，丢进异空间，日后慢慢研究。接着走到高家唯一的活口面前，别鬼嚎了，我问你答。你问，你们之前住在哪的？还有你们那里有多少人？火力情况如何？老高叫高善元，他们之前都住在高家自家经营的酒店，叫皇城酒店，包括高善元、高凌天，他们都把酒店当家，长期住在顶层的总统套房里。酸雨停了之后，我们跟着高凌天去了警局，弄到了大量的枪支弹药。现在酒店应该还有50人左右，都有枪。去不去高家走一趟？哈哈，当然要去了。大哥，我能走了吗？你跟我走。王不凡把人带去18号别墅，然后送进异空间进行改造，以高凌天身体内的细胞排列为模板。但是他又把这人手臂、腿上的骨头全部打碎，再放了出来。他要试试人为制造进化者后，过了24小时是什么情况。突然，高凌天的卫星电话响了起来。凌天，人抓到了吗？真是遗憾，没有。我儿子呢？其实你不用具体问哪个儿子，因为他们的结局都一样。你在胡说八道！我家老大是异能者，是超人，你怎么可能杀得了他？你是在故意激怒我？
行，你就先自欺欺人一回，我等会就让你们父子三人团聚。皇城酒店，高善元呆坐着，神情阴冷。老板，要是大少爷被人杀了，我们是不是该考虑离开了？谁说老大死了？再敢胡说八道，老子崩了你！去把柳志东的老婆抓过来。要是我家老大真的死了，就让这女人给我生，再安排人在这一层守着。要是有人敢上来，射成马蜂窝。是。王不凡两人都骑上摩托车，轰隆隆，引擎咆哮，两辆车飞驰在城市之中。半个多小时之后，他们来到一座豪华酒店的下。皇城酒店高49层，属于5星级酒店，而且还是2年前才建成营业的，所以很新，也无比的豪华。从底下往上看，几乎所有楼层都是一片漆黑，但是顶楼却亮着光。两人进入酒店，大堂中根本没有人，电梯也停用了。不过逃生楼梯一共有2处，要深入虎穴了。我们分头行动，在顶楼汇合。两人各走一处楼梯，但王不凡走进去之后就直接使用瞬移，来到总统套房门前，一伙人正守在门口，每个人手中都拿着枪。王不凡一拳下去，一人的脑袋被直接打爆，一颗颗子弹无声无息的射，噗噗噗，10几个人同时额头中枪，几乎瞬间全部倒动。王不凡推开门，看到里面的情况，脸上不由露出古怪之色。一个30岁不到点的男人被五花大绑着躺在地上，身上还有一道道伤口，而制造这一切则是名50岁左右的男人，手里还握着一把刀子。床上则是坐着一名美丽少妇，满脸的哀求之色。老高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的人这么快就被你干掉了。呵呵，你玩的这么变态吗？你觉得他如何？颜值我给94分，身材嘛95分吧。这男人叫柳志东，是她的老公，也是我的合作对象。本来是来考察，准备给我公司投资的，结果嘿嘿，末日来了。我对他老婆可一直很有兴趣，不过他老子是国内商界的顶尖大佬，在官方也有极深的关系，我还是有些忌惮的，便一直没有下手。直到今天，你把我家老大杀了，我总不能断后吧，便想让他给我生崽。你还真是坦诚，这么极品的女人，我也可以送给你，用她的命换我的命，怎么样？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只好一刀割断她的喉咙。高善元一把将美丽少妇拽了起来，推着她向王不凡走了过去，眼看越走越近，突然高善元一把将少妇推开，竟是挥刀向着王不凡扑了过去。这一刻，他乃像是半百之人，凶猛如虎，又快又狠。高善元的脸上满是森然，左手中赫然多了一把枪。哈哈，没想到我也是异能者吧？去死吧！高善元说出自己是异能者后，毫不犹豫地向王不凡开枪，砰砰砰，却没有一颗子弹打中他。高善元被一股强烈的危机感笼罩，可他根本来不及有任何的反应。只见王不凡锁定高善元，凝聚空间之力，空间绞杀。下一瞬间，高善元只感觉自己的身体被强大的力量所扭曲着，呼哧一声变成了尘埃。王不凡脸带微笑，毫不觉得意外。之前用空间雷达扫过，他就已经知道高善元是进化者了，体内的细胞强度、数量、密度都要超过常人10来倍，跟高凌天差不多，所以这对父子应该是同一时间成为进化者的。高善元以为欺骗到了王不凡，可以杀他一个不备，结果把自己葬送于此砰，一声重响，赵伯父也破门而入。当他来到卧室，看到王不凡的时候，先是松了口气，然后道：还没有找到高善元，我再去找找。已经解决了，不用找了。好，快点放开我，我爸是柳传奇。柳公子好大的威风，可我最讨厌别人对我吆五喝六的，一不小心把你踩死了咋办？柳志东躺在地上，因为视野受限，他根本没有看到高善元凭空消失的一幕，所以他对王不凡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忌惮或敬畏，还仗着自己老子的身份在嚣张吼叫。你特么的是不是不知道我爸是谁？他的脾气如此之臭，你是怎么受得了他的？美丽少妇不答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。柳志东没有看到，但他可是亲眼目睹了高善元的是怎么被嘎掉，自然将王不凡视为魔鬼。混蛋，快松开你的脚，跪下来向我道歉！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我把他送给你，你不要杀我。柳志东，你还是人吗？你是我老婆，为我牺牲一下又怎么了？而且我特么都没有碰过你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你不会是同性恋吧？这么漂亮的老婆都不碰？结婚前玩的太野，中招了，现在正在治疗，打算治好了就要孩子，结果末世就降临了。太太怎么称呼？她叫张琳琳，之前是小百花越剧团的，还是台柱子，上过春晚，我追了好久才追到手的。有没有恨不得杀了她的感觉？她都可以将你随意送人，你还对她抱有什么希望吗？再说了，现在是末世，你杀了她如何？先不说不可能被人知道，哪怕知道又如何？在他的蛊惑之音下，张琳琳的手不由得颤抖起来。谁遇到这么混账的老公，应该都会想要削了他吧？只是他还没有完全适应末世的氛围。在今天之前，他们夫妇还是高善元的座上宾，可随着高凌天的死，高善元就态度大变，居然要把他抢过去，让他替高家生儿育女。事实上是到了这时候，他才真正有了对于末世的认知。但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，他就要接受杀人也无所谓的理念，他当然做不到了。柳志东则是吓坏了，连忙向王不凡道：你不能这样，我已经让他都跟你了，你不能杀我。
张玲玲终于没忍住，赏了柳志东一记耳光，可柳志东却呆呆看着她，嘴里不断的吐着鲜血，竟直接倒地而亡。张玲玲觉得不可思议，她就是抽了柳志东一耳光，为什么柳志东居然就死了呢？老公，柳志东，是你干的。放在末世前，我高低告你一个诽谤，不过现在嘛，无所谓了。张玲玲丝毫没有感觉到心安，相反，她充满了恐惧。王不凡根本没有碰到柳志东，而且柳志东身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，所以如果说是他下的杀手，那么这人居然能杀人于无形之中。他瑟瑟地看着王不凡，娇躯打着颤。不用这么害怕，我这个人向来平易近人的。走，回家睡觉去。这让张玲玲娇躯一颤，她当然知道自己的长得有多美，魅力又有多大。以前还在剧团的时候，每天开着豪车等她下班的富二代、富一代可多了去，男人们看向她的眼神莫不充满着侵略。现在可是末世了，自己是有夫之妇的身份又能吓退人吗？不但吓退不了，甚至还可能让某些人更加兴奋。想到可能要遭受的苦难命运，她不由脸都白了。放心，我这个人绝不会用强，那多没意思。我只是带你去我家里做下客，身为一个好客的主人，怎么可能对客人有什么企图呢？明天晚上等天黑可以出去了，你想离开的话，我绝不会阻拦。王不凡与赵伯父两人骑上摩托车，他扭头对身后道：“你可要报警了，没有戴头盔，要是摔下去的话，死相可是很难看的。现在应该不会有交警查了吧？不然高低罚200块。”引擎发动，两辆摩托车便风驰电掣起，一路无事。他们行了10几分钟后，突然骑在前方的赵伯父突然人仰马，人车分离，分别向着一处地方甩飞出去。王不凡的反应极快，连忙踩刹车外加改变方向，摩托车贴地而行，与地面摩擦，产生了大量的火花。张玲玲则是死死地搂着他的腰，身体全部贴在他的身上。一群人道路两边冲了出来，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菜刀、铁锤作为武器。哟，有女人，大美女啊！好，今天的运气真不错，砍死那男的！赵伯父则是大步走了过来，哪怕是在高速的状态下摔了出去，以他惊人的体魄，居然只是有那么一些些的擦伤，便是骨头都没有断掉一根。他怒火万丈，这帮龟孙子居然在路上设了绳子，毁我爱居，都给我去死吧！他如虎入狼，掀起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。几分钟后，赵伯父就搞定收工。不过他的摩托车已经报废了，只能走回去了。于是王不凡重新发动摩托车，带着张玲玲先回到了启东城。他把摩托车停进了地面车库，而当车库门开启的瞬间，一股凉爽之意顿时扑面而来。对此张玲玲倒是没有太大的惊喜，酒店也配有发电机，所以晚上空调可以运转，确实不是很热。至少在今天之前，高善元都没有和他们夫妇翻脸，所以他每天晚上还是可以享受空调的。去洗个澡，然后睡觉。熬夜可是女人的天敌，要给你面膜吗？不洗吗？那就去睡觉。张玲玲咬了一下牙，就开始解起了扣子来。王不凡并没有猴急的吃下这顿大餐，相反，他还主动离开了，让张玲玲危险讶然。这男人明明不是什么好人，可这时候居然忍得住。王不凡走了出去，进入异空间观察起隔壁实验体的情况。他骨头明明被打断了，可现在居然在续接的状态之下，别人伤筋断骨100天，他估计3天就能完全恢复。所以细胞如此排列强化之后，将获得超级力量、超级速度、超级反应、超级防御和超级恢复。就看明天了，这家伙到底是恢复成原来的模样，还是每一颗细胞都爆碎，死于非命。末世第25天，张玲玲在陌生的环境下怎么可能睡得太死？早已经醒来了，只是房门锁着，她出不去，却可以听到外面猪女的声音，让她微微松了口气，至少不会被好几个男人轮番占领。同时又有些好奇，这些女人难道全是被王不凡掳回来的？门打开之后，她不禁有些忐忑。柳晴第一个看到，立刻跑了过来，对着张玲玲上下打量着。宋清允、于初同猪女也走了过来，同样啧啧称奇。这世上美女不少，但每到像张玲玲这种级别的就不多了。你这是从哪里拐来的大美人？真漂亮，可不比锦花和老六逊色。你们带她熟悉一下。张玲玲如在梦中，被猪女拉着问东问西。而随着宋清允几女说起他们这些天的经历后，张玲玲简直不敢相信，王不凡掌握了无数的物资，包括但不限于水、食物。这下她的意志动摇了。下午4点多的时候，黄宪来访了。王不凡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去庇护所？不急，再等几天。你再不去，我们的交易就作废。那就作废好了。黄宪想着，要是王不凡与他完成交易，他再去占王不凡的别墅。可王不凡却进不去庇护所，只能灰溜溜的跑回来。到时候他就可以接手他的那些美女。最后他把别墅里的物资用完了，再去庇护所也不迟。反正要是在他手里，可现在他真得等不起了，准备晚上就去庇护所，骂骂咧咧的离开了。当太阳完全下山后，王不凡就笑着对张玲玲道：“参观结束，你现在要做出选择了，留下还是离开？留下的话，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，你应该清楚吧？你有10秒钟的时间做出选择，不然我默认你选择离开。”王不凡倒计时，张玲玲则是咬着嘴唇，哪怕她心里已经有了决定，但要亲口说出来还是难以启齿。她有些气愤地看着王不凡：“原来你不想留下来？行，我这个人从不勉强他人，那就再见吧。”你非要这么羞辱我吗？我留下来，我想要留下来。行，吃晚饭吧。王不凡决定今晚就搬去庇护所。
他找到赵国富，把一部卫星电话递给对方，保持联系。我正打算搬去皇城酒店，那里晚上可以吹空调，我只要能够获得足够的能源就行。有了这个，我就不用担心联系不到你了。王不凡，谢谢你，我欠你的太多，煽情的话我就不说了，也不会说，我只放下一句话，以后你只要有用的到我的地方，只要打个电话我立刻就到，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。皱一下眉头，我特么就是王八蛋。王不凡当然会和赵国富保持联系，至少过一段时间会用空间雷达看一下赵国富的身体情况，更新模板，万一这家伙可以越来越强，他得同步升级。之后瞬移到了隔壁，亲眼观察实验体的变化，看到他突然变得虚弱无比，发现死人的细胞全部变回了昨天的正常状态，但是他只是从无比强大的状态变回原来的模，所以只是变得虚弱，并没有细胞爆了而挂掉。所以我真可以制造一支24小时的强大军队。试想一下，100个人都像赵国富那么强大，拥有超强的力量、速度、反应力、防御力和恢复力，再给他们配上热武器，那么这么一支100人队伍可以干掉多少人的军队？实验结束，他回到自己家，大声叫道：“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走，带你们去个地方。”八女莫不讶然，跟着他走出别墅。他在路上放出一辆房车，看到这一幕，宋青允诸女都难免震惊。哪怕他们已经知道王不凡有个空间仓库，但是之前他拿出来的都是些小玩意，比如食物之类，可一辆房太夸张了。八女跟着他上了汽车，他们便向着庇护所的方向行去。一路过去可不太平，堵塞道路的报废汽车是没了，但取而代之的是绳子，还有故意撒下的铁钉。汽车倒是可以无视绳子，但遇到铁钉就不行了，肯定爆胎，发生侧翻之类，那么埋伏在路边的人就可以一拥而上，进行杀人、抢劫。王不凡这辆房车的轮胎是特制的，越野性能超强，而且轮胎气厚，普通钉子的长度根本无法将轮胎扎穿，所以房车一路如履平地。行了一阵，他意外看到了一个人，黄宪。王不凡故意放缓车速，还按了按喇叭，嘟嘟。他摇下车窗，对着黄宪问道：“老黄，去哪呀？”“我去找物资，总不能饿死吧？”“哦，那再见了。”“等我进了庇护所，总有一天你把别墅里的物资用完，找过来的时候，看我怎么羞辱你。”王不凡又开了一段路，终于来到了庇护所上面的公园。下来吧。你半夜带我们来公园玩？跟我来吧。王不凡带着大家进入并不存在的负2层室，八女就开始叽叽喳喳起来，难掩好奇。然后他把与黄宪做交易的经过说了一下，双方尔虞我诈，结果当然是他技高一筹，老黄输得一败涂地。这下面是一个庇护所。黄宪就是刚才我们在路上遇到的那个。没错。当老黄辛辛苦苦终于赶到，结果却被无情的铁门党阻死，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。走过来也就7、8小时的事情吧，他应该天一黑就出发了，想在第2天早晨之前赶到，所以不用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见到老黄了。这时便听人工智能的声音响起：“主人，欢迎回家，是否开启大门？”“开启。”“各位美女，欢迎来到新世界。”八女啧啧称奇，这真是庇护所，不应该称为一个社区吗？眼前这一片社区真得是建立在地底之下，里应该可以容纳得下几千人吧。你们可以去挑自己住的地方，随便你们是想一个人住一套房，又或是几个人共住一套，反正人少房间多，想怎么住就怎么住。他当然早就选好了，就是最中间那套4层高的中式庭院，古色古香，还带着一个庭院，有假山、凉亭、食堂，甚至还养着几条观赏用的锦鲤。宋青允他们一番考虑之后，最后都是选了王不凡附近的屋子，八女都没有选择合住，而是一人一套房。选好房后便陆续来到王不凡的别墅闲聊起来。等所有人都起了，王不凡一笑：“跟我来。”电梯门打开，8人走了出去。跑道、网球馆。天哪，还有游泳池！现在极度缺水，但这里却有游泳池。如果不是王不凡异空间中近乎无限的淡水供应，这个游泳池注定没法用。王不凡从异空间中取出一件泳装，来挑吧。看着八女在自己面前展现出美好的身材，他也扎进了避暑之中，顿时扬起了一大片波浪。几个小时之后，人工智能突然响起：“主人，有未经授权人员来到庇护所入口。”人工智能将一幅画面在第2层的顶层投放出来，黄宪正站在那道合金门前，不断的拿钥匙插进去又拔出来，脸上全是不敢相信的表情。请示经授权人员立刻离开，这里属于禁区，否则将出动警卫人员进行逮捕或驱逐。我是这里的管理人员，这是钥匙，看清楚没有？这是钥匙。请未经授权人员立刻离开。帮我接通声音。是，主人。咦，这不是老黄吗？你不是去找物资了吗？怎么找到了这里？你不是说要过几天才去庇护所吗？为什么在这里？混蛋！你特么的混蛋！快还我的庇护所！黄宪歇斯底里，几近疯狂。这一路过来虽然只有8、9个小时，但是他至少被3拨人追赶，好不容易赶到这里。先是自己的钥匙突然不管用，又看到庇护所居然被王不凡占了，黄宪大吵大闹，形如小丑。
但他之前包藏祸心，进入庇护所明明需要密码，他却隐瞒这个极关键的信息，想要借此让宋青允他们改为投靠自己。要是当初王不凡与他达成交易，用别墅换取钥匙，现在歇斯底里的就是他们。黄宪嚎了一阵，终于还是接受了现实，他立刻扑通一下跪了下来，一边磕头一边道：王不凡，求求你，行好，让我进去吧。庇护所那么大，我一个人不可能吃掉多少东西的。再怎么说，也是我把这个庇护所的消息告诉你的。你现在进了庇护所，可不能忘恩负义。老黄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可要和你说道了。你怎么没有告诉我，进入第2部电梯之后还需要密码才能启动？我忘了，我真的只是忘了。老黄，你真以为我是傻子吗？黄宪听王不凡这么说，知道他不肯放自己进入庇护所，再次破口大骂起来。而王不凡只是对着系统手一挥，突然黄宪眼前一黑，数十道枪口对准了他，哒变成了他回过神来，这个庇护所的所在肯定有不少政府人员知道，现在酸雨又停了，肯定还会有人跑过来闹事的。不过庇护所的防御性可是比他那套别墅还要高，这是基于抵御核弹而设计的，如果3两下就被攻破的话，那也白下了这么大的工程。第2天，王不凡他们就在亭子里坐下，一边欣赏着假山池水鲜花，一边则是品尝着美食。之前天天都要上班排练，太想躺平了，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。这么好的地方，只让9个人享受，真是太浪费了。我愿敞开大门，欢迎更多的美女入住，为人类的复兴保留火种。早饭吃完后，王不凡便把注意力放在了这个庇护所上面。首先，进入的通道只有一个，庇护所预留了一个出口，但并没有打通，需要启动机器挖出去，总计需要15天的时间。万一真被堵在了里面，那得赶紧趁着空气、食物消耗完之前把出口给挖通，因为这是建立在地底下，而且还是5层结构的关系，每层地面也就只能做到5米厚度，这意味着生活区的房子都不可能把地基挖得很深，每一套房子只是简单的堆叠在地上，用一辆马力强劲的汽车甚至可以拖走。晚上他离开庇护所，进入幸福社区一栋楼内，轰隆隆，摩托车的轰鸣声响起，然后一道道光就照了过来，车手纷纷下车，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，比如复合弓、斧头之类，头上则是带着探照灯。这帮人如狼似虎，冲进了小区，一人拿着喇叭，大声喊道：所有人都给老子出来，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，如果到时候还有人没下来，嘿嘿，那被我们抓到的话，直接砍死。好几分钟后，只见一大群人从一栋楼里走了出来，王不凡在小区这帮人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，孔世豪，是王不凡的同事。滚！不要逼我杀人！嘿，好大的口气，信不信老子一箭射死你？特么的，给老子跪下来！孔世豪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自寻死路。为首的男人毫不犹豫地拉开弓，就是一箭射了出去。复合弓射出来的箭原本就很，但孔世豪伸手一肘，稳稳地抓住了那只射出去的箭。那为首的人显然吓到，他忙不迭地又架上了一支箭。这时孔世豪便向着他冲了过来，扬手就是一拳。这为首的入侵者被生生打飞出去，人在空中，嘴里已经在喷血。当他落地的时候，已经没了呼吸。那帮摩托车手都是大惊，顿时撒丫子就跑。王不凡暗暗点头，孔世豪居然是进化者。王不凡走了出来，孔世豪，王不凡，怎么是你？出来寻找物资，路过这里，刚好撞见那帮骑摩托车的人，便躲了进来。没想到他们这么凶残，也没想到你这么忙。王不凡边说边将空间雷达发动，孔世豪的人体模板就到手了，比赵国富略强，但比高凌天略弱。不过3者的差距都极小，毕竟末世至今还不到1个月。哪怕高凌天第一个成为进化者，但这么点时间也不可能进化的太离谱，所以孔世豪发生进化的时间还要早于赵国富。这可以跟赵国富一样，放养着，以后时不时就来更新一下模板，看看他与赵国富的进化方向是否一致。听到王不凡的夸赞，孔世豪还是挺得意的，他笑道：要不你就索性住在这吧，毕竟小区那么大，也不差多住你一个人。我家里还养着2个女人，我住进来了，她们就要饿死了，要不然就跟着别的男人，我可不想头上被戴绿帽子。理解，你才养了2个女人，我可是养了6个，代价嘛，就是像刚才那样，我出手杀了他们，这些女人才会跟着我。对啊，你怎么会有那么强的力量？哈哈，秘密，这就是秘密了。王不凡自然也不会追问，他的目的已经达到。过几天再故作找老同事聚之类的理由，更新一下孔世豪的人物模板。于是借口离开，孔世豪也答应下来。一夜探索下来，他赶在太阳升起前回了庇护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还在进一步的提升，这让他猜测进化者拥有异能后仅仅只是一个开始，还会继续进化。但他却有些担心，因为他的空间能力没有什么变化，可其他进化者的能力却在飙涨，那他的优势就会慢慢的消失，甚至会从优势变成劣势。相比于力量和速度的提升，异能的变化却几乎没有。不过我还可以使用其他进化者的模板，只要我更新及时，别人抢走我强还是没有问题。夜幕降临，头顶模拟太阳光照的穹顶灯已经熄灭，一盏盏路灯则是亮了起来。王不凡9人在花园中享受着美食，这时人工智能发出了提示：主人，有未经授权人员进入到庇护所门口。
投放出来。在王不凡斜侧前，一面墙立刻化身为屏幕，显示出了一堆人来。他们已经下到了2楼，却被庇护所的那块合金大门拦住了去路。但看他们的模样，显然早有准备，居然在门的四周安放炸药，启动防御机制。外面好几个人正在安装 C4，但放着放着，啪啪啪，一阵电光战火，他们就哆嗦着倒地，身上还有焦香味传出。庇护所的放电等级跟王不凡之前那套别墅可完全不同，这可是防止可能发生的核战争而建立的。这4人被电后好像是烤熟了一般。这伙人中，一名长发飘飘的男人说道，20多岁的模样，手臂上全是纹身，他的眉头皱了起来。被人暗算了。庇护所外的这伙人中，有个长发飘飘的男人，20多岁的模样，手臂上全是纹身，他的眉头皱了起来。一人凑上来说道：“海哥，我们被骗了。程前那家伙应该不敢骗我们，极有可能下面的庇护所已经被人占了，所以才能启动防御机制。怎么会有电？这可是国家建的庇护所，怎么可能会没有发电机？那怎么办？你们进入了限制区域，请在1分钟内离开，否则后果自负。”哦哟，还威胁起我们来了！来呀，有本事弄死老子！长发青年则是悄然躲到了人群之中，他怕有一支机枪突然从哪个角落里突的一通射击。可就在这时，合金门却打开了，他们面面相觑，然后就一起冲了进去。刚冲到门口，后面的人却赫然发现前面的人不见了，凭空消失，诡异的让人汗毛直竖。王不凡打开电梯门，走了出来。刚才他就是躲在电梯里面打开了空间之门，一下子就干掉了一半的入侵者。长发青年看到王不凡时，反倒镇定了下来，大声问道：“那些人呢？你都弄到哪里去了？”“当然是去极乐世界了，现在再送你们上路。”“看死他！”长发青年吼了一声，顿时他那些小可他却不断的退后，退出5步后转身就跑，哒哒哒哒哒，枪声在他的身后响不停。但不过几秒钟罢了，就归于了平静。他止步，扭头一看，却吓得差点魂飞魄散。他的小弟全部躺在了血泊之中，而王不凡正悠闲地向着他走过来。一时之间，他全身都被恐惧笼罩，不由瞬间跪下，全身都在冒汗，让他的脸色惨白无比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哥，你想要什么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绝不会迟疑一下。你叫什么？哥，我叫江海。怎么知道这里的？我是跟苗和伟苗老大混的。在他的描述中，苗和伟也是一名进化者，跟赵国富他们一样，属于力量、速度都超越普通人10几倍的那种。有了这么强大的实力，苗和伟当然在末世中混得风生水起，成了他们那个小区的头头。而他们小区之中有一个人在末世前是工程队的，恰好还参与了这个庇护所的建设，在末世中活不下去了，便把这个庇护所的消息卖给了苗和伟。不过那人并没有开启大门的钥匙，所以也完全没有想过要自己独占庇护所，只是用这个消息换了几顿吃。王不凡哦了一下，随手就将江海的头拧爆了。所以苗和伟发现派出的人没有回去，无论是猜他们被杀了，又或是霸占了庇护所不肯回去，肯定还会派人过来查看，要么自己亲自过来。王不凡心想，把现场处理一下，尸体全部收进一空间，等下一起扔掉，血迹嘛就只能用水来冲洗了，不然会散发臭味，进进出出就太恶心了。开始今晚的旅程，他在黑夜中奔驰，中途他发现黑夜中有好多摩托车都向着一个方向而去，不是一批，而是好几批，所以那个方向上或许有一个强大的势力。他心中一动，便跟了过去。眼前是一个酒店，招牌已经被拆掉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新的，但上面写的字则是歪歪扭扭。龙王殿。王不凡观察了一下，进去的人很多，而出来的人也同样多，甚至还爆发了战斗。还有面包车开过来，停下之后压着好几个年轻女性下来，推进了酒店之中。这个地方应该成为了交易市场，而估计任何东西，包括人，都是可供交易的商品。王不凡刚走进酒店大门，一名小弟屁颠屁颠的迎了上来，周围还有16人，但没有一个是进化者，但都手握刀枪。哥，看你的样子是第一回来吧？这都可以看得出来。嘿嘿，当跑腿的，眼力是最重要的。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我们这龙王殿就是我们家老大龙哥创立的，这是一个大型市场，无论你要什么物资，都可以在这里买到，比如枪械、美女，甚至是大明星。就今天，等下会拍卖一个大明星，就是以前非常火，后来被人拍了不雅照才退到3线的那个赵妹，起拍价是1000龙币。龙币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龙哥发行的货币，在我们这里进行买卖，都只能用龙币进行交易。王不凡讶然，这个龙哥相当于掌握了铸币权，岂不是躺着就可以把钱撑了？这个龙哥掌握铸币权，可以躺赚，但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支持，这个地方肯定早让人抢过去了。哥，你想在这里购物的话，就得先去兑换龙币，要么在这里摆摊，出售物资换取龙币。这里严禁以货易货，发现后嘿嘿杀无赦。我先转转，如果看到合适的东西，我再去兑换龙币。那小弟连连应是，丝毫没有嫌弃王不凡的意思。他的眼睛毒得很，现在可是末世，谁不是满脸菜色，憔悴不堪？但王不凡呢？虽然天气热，大家都是能穿多少穿多少，末世后什么名牌服饰都可以零元购，
而且只要能够遮羞就行了，谁还管什么大牌不大牌的？但王不凡的精气神太好了，一看就是没受过苦，在末世中还没有受过苦，这说明他有大量物资，不愁吃喝。所以王不凡这种自然就是新时代的富豪。而在龙王殿中，客人兑换多少龙币，介绍去的小弟就可以得到 2% 的抽水，所以王不凡的富裕程度可完全跟他的收入有关。在这个小弟的陪同下，王不凡逛了起来。1楼的大堂现在完全成了摆摊的集市，好多人在叫卖着，热闹非凡。哥，我们这里是不收摊位费的，不过你如果看中了某个摊位，却已经有人占了，那也可以出龙币，由我们进行赶人，为你把摊位腾出来。我们这里什么都能卖，但是大米和纯净水不行，只能兑换龙币，也可以用龙币指定兑换回大米或水，当然要收一些手续费的。那什么东西最值钱？当然是美女，尤其是以前的女明星、女网红，当然有富婆也会买男明星的。我们已经接了几份委托了，不过我们龙王殿现在也只开张了6天，美女仅限海都市的，但只要时间长了，嘿嘿，就是老外的明星也一定可以弄过来。还有香烟，现在也成了奢侈品。王不凡想着不用多久，肯定有人会向龙哥发起挑战，把这门生意给抢了，要么就是在别的地方再开一个类似的龙王殿、凤凰宫，那两者之间肯定也会爆发战争，以一方的全灭收场，铸币霸权肯定只能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势力的手里。哥，1楼没什么好货，好东西都在2楼，包括拍卖场，不过上2楼需要验资，不足1000龙币上不了。王不凡想了想，他也确实有些好奇，便道：行，我去车里取点货。王不凡走出酒店，引入暗中，从一空间中取出一只黑色的垃圾袋，往里面塞了3条华子，人来人往，依然热闹无比。突然，一个声音响起，带着无比的惊讶：王不凡，你是王不凡？王不凡看了过去，叫他的是一个女人，穿着一件旗袍，却毫无凹凸感。他稍一思索就想了起来，郭子辉是他的大学同学，但不是一个班的，是个长相还可以的小美女，之前还倒追过王不凡。倒不是他迷上了王不凡，而是看上了他的本地户口。他想要通过嫁人的方式拥有海都户籍，王不凡并没有接受，因为当时他暗恋着班里的一个女生，而随着父母的意外过世，他也封闭自我，性格大变，不然也不会被左青青扑了。明知道他是伏地魔也不知道放手，被左家吸了近1年的血，前世的他甚至还死在了左家人的手里。郭子辉并非一个人，而是还有一个男伴，手就勾在他的腰之上，还时不时往下滑。你认识？大学同学追过我，不过我看不上。哈哈，原来是只癞蛤蟆啊！这可是龙王殿，龙王看上的当然都是宝贝了。他拎个垃圾袋想做什么？可能是酒店里的小弟吧。